虚空震荡，一个少年凭空出现。我竟然从神话洪荒回来了，还好这个世界只过去了3年。小妹现在应该快高考了吧？自从神话复苏，前2年高考的死亡率都相当高，所以我建议咱们班里的某些人放弃高考，是为了你自己好，也为了咱们这个班好。吴老师，我知道你说的是我，但我还是要参加高考，我会努力通过高考，不会影响升学率的。老师知道你是想在大学里进修，想要强大以后找到你失踪的哥哥，对吧？我个人建议你还是放弃高考，你没有修行的资质，明明沐浴了神话复苏最初时的灵气潮汐，结果呢？我没记错的话，高考有一环是要同班组队的，到时候你坑害的可不只是你自己。是啊，你自己死了不要紧，你不能把我们也害死了吧？就是，到时候谁跟你分到一个组，谁才真是倒霉哦。我真的会写，自己天赋差，还要来连累我们不成？你们差不多的了，烟雨，没事，到时候你和我一组，我带你过高考。烟雨没有说话，只是低着头，神色黯淡。如果哥哥还在的话，自己哪里会受这种欺负？他父母早亡，只留下了一处老宅和一个书店。从小他就和哥哥相依为命，直到3年前哥哥失踪了，他没有哥哥了。还哭了，可真会装，想要博取楚天骄的同情吧？就是啧，没有天赋也就算了，却还是个绿茶婊。楚同学，你可要想好了，本来按照你的实力，完全可以争一争全国高考状元，可要是带上他，我乐意，我自负，我的实力完全可以。即便过了组队考试，他也过不去单人考试，也上不了修行大学。我是为了你好，也是为了我们这个班级好。烟雨，你放弃高考吧。楚天骄动怒，想要说话，但是被班主任的气机死死的压制。3年前神话复苏，学识越深厚，年龄越大的人，魂魄也越强健，获得的好处也越大，起点也更高，这也保证了社会秩序没有直接崩坏。他虽然是天骄，但也不过炼精化气巅峰，与40多岁神话刚复苏便直入炼气化神境的班主任还是有些差距。老师跟你说话，你是没长耳朵，没听到吗？我要参加高考，只有参加高考，才有一线希望去修行大学，才能变得足够强，去找哥哥的下落。是哥哥的电话，是哥哥的电话。喂，是小烟雨吗？哥哥，是我。哥哥回来了，丫头，这3年过得怎么样？现在在哪里？哥，真的是你吗？你还好吗？你去了哪里？我过得很好，我在学校呢，在上课。那就好，我还担心你过得不好，我现在在书店里，等你放学了，哥哥来接你。不用。烟雨慌乱开口，他不想自家哥哥来学校，不想他看到自己的狼狈模样，会担心的。哥，我放学了就来找你。那你先好好上课，哥等你。你掐我干啥？是真的，不是梦，太好了。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班主任？课堂上接听电话，扰乱课堂秩序。你别说了，我知道，你不就是怕我影响9班的升学率吗？你不就是想拿100%升学率奖励的人灵丹吗？你在胡说什么？好，扰乱课堂纪律，污蔑老师，不服管教，不听劝诫，你退学吧。无所谓，退学就退学，反正哥哥回来了，修炼与否都无所谓了。行，你哥不是回来了吗？那你把你哥叫过来办退学手续，你也不想我亲自上门拜访吧？虚空震荡，一个少年凭空出现。我竟然从神话洪荒回来了，还好这个世界只过去了3年。小妹现在应该快高考了吧？当务之急还是先恢复修为，然后尝试篡夺命运。神话圣人被称呼为天意，所思所念即是天注定，而刀三想要成为神话圣人，首先就要具备这个特征。刀三方法也很简单，便是不断黄改生灵既定的命运。不再多想，从记忆中挑选出一部上佳的功法——元始金章，神话圣人元始天尊的修炼法门。刀三眼眸深邃了起来，庄严开口，如洪钟大吕，对天地下达旨意。元气。虚空中诞生出浓郁到近乎液态的恐怖元气，疯狂地涌入刀三的身躯，体魄淬炼，气血化元气，炼精化气境，成。元气震荡，养育神魂灵，炼气化神境，成。打破虚空，炼纯阳之神，炼神反虚境，成。以神话准圣境界的刀三直接对天地下令，召来无穷元气，破境不过顷刻间，13刻连破3境。又一时辰，头顶生3花，胸中聚武气，炼虚合道境，第10重天，巅峰达成。刀三睁眼，虚势生电，他缓缓吐出一口浊气，气息化剑，洞穿墙壁。忽然，书店大门的开锁声响起，刀三神念一动，脸上展露笑意，是妹妹回来了。下一刻，他神色僵住，小妹身边那个男生是谁？第一次见你哥哥，我就这么空着手，会不会不好啊？你不是死皮赖脸要跟着来吗？再说了，你又不是见家长，还提礼物呢。哥，这么多年你去哪里了？
去做了一些小事，认识了一些人，然后回来了。那为什么走的时候都不和我说一声？我找了你好久好久。好了，烟雨，别哭了，这3年在外面，哥还给你找了嫂子的恩，2个。嫂子2个。刀三眼角抽了抽，看了一眼那少年，略微有些惊奇。额生至尊骨，双眼有重瞳，这若是放在神话洪荒刚被盘古开辟的时候，自然不算什么。碧亮那时候混沌神魔、先天生灵遍地都是，随便抓一个过来，浑身上下全是至尊骨。可现在这个时代可不一样，即便是在神话洪荒西游的那段岁月，也很少有这样天资的生灵。2个嫂子，你这个花心大萝卜，嫂子们叫什么名字呀？一个叫后土，一个叫女娲。哥，你骗人！我记得女娲好像是神话里面的人物。有一些典籍记载是造人之祖，补天之神。这个世界的历史曾出现断层，大明之前的历史是模糊的。小妹也不给我介绍这位。他呀，哥，他是我同桌，叫做楚天骄，是个粘人精，经常奇奇怪怪的。什么叫粘人精？我是关心同学好吧？见状，刀三若有所思，原来是舔狗啊！楚天骄倒是一个好名字都做吧，我去给你泡杯茶。哪里来的茶？哥，你走了3年，3年。我带了一些回来，你们先坐着便是。造物，虚空泛起褶皱，空气的性状在这一刻被篡改，无数分子粒子变形重组，一套古朴的茶具凭空浮现了出来。还没完，刀三继续低声下达天地法旨：取物倒茶树，茶叶1两，上供无。若当时不存，则追溯过去岁月。话音落下，有哗啦啦的水声响起，是岁月长河在涌动。然而下一刻，水流声戛然而止，刀三神色微微一变，过去被截断了。他暗自心惊，截断整个大岁月，即便是一位神话圣人想要做到，也很困难。什么情况？刀三凝神，一次又一次地下达天地法旨，号令规则，目光洞穿岁月长河，开始回溯。他看见之上对立，看见一个模糊的伟岸人影和另外2个伟岸生灵交战，杀到天翻地覆。虚空震荡，一个少年凭空出现。我竟然从神话洪荒回来了，还好这个世界只过去了3年。天蓬上仙，这便是黄金古茶树，很惊人，在当下时代居然能有一株如此奇株，修为比我还高。道友吾乃古天庭天蓬元帅，古灵山净坛使者，今日来此，特向道友求茶叶3片，来日定当厚报。陪同在一旁的大夏联邦高层都惊骇地对视，这位当世最强仙是在和黄金古茶树交流，莫非古茶树有灵智？就在他们惊疑不定的时候，黄金古茶树轻轻摇曳，3片叶子飘落了下来。多谢道友。天蓬元帅大喜，有了这3片叶子，他实力不日便能重返天仙境。突然，黄金古茶树忽然剧烈摇昆了起来。以吾之名，敕令当世至强茶树，上供3两茶叶，若有不从，天地共诛。那是什么？黄金古茶树依旧摇曳，似乎在惊惧。树枝上为数不多的金色叶子摇落7成，勉强凑够3两。虚空洞开，3两茶叶落入其中，旋即一切动静都平复。天地法旨是哪位神话大罗级数的天尊？真佛复苏，不应该让。木桌上浮现出一小堆灿烂着金色光辉的茶叶，其上缭绕仙气，茶叶纹理上有道纹密布。现世居然还有这等珍品，尝尝吧，这可是好茶，算是珍品了。那茶叶约莫是天仙级数，小烟雨和他同桌未必消化了，故此刀三稀释了100倍，但即便如此，也属于仙品茶叶。味道不错哎，哥，再来2两。刀三哭笑不得，轻轻敲了敲小烟雨脑袋，没有说什么。还2两，就这一点就差点撑死你。他可以清楚察觉到，茶水进入小烟雨肚子后，神性精华氤氲而出，一点一点地改造着他的5脏6腑，天资在蜕变。楚天骄也抿了一口茶，神色一滞。他自身是有修为的，察觉到茶叶中孕育的苦力量，脏腑嗡鸣，血液沸腾。当即，楚天骄看向刀三的目光变了，这是什么茶？自己未来的大舅哥又是什么人？哥，神话复苏的元年，你获得修为了没？据说学识越深厚，年龄越大的人，获得的修为越多。你好歹是大学毕业哎。有一些，但是不多。对了哥，你失踪的这3年，墨雨姐姐也一直在找你。刀三神色一僵，脑海中浮现出一个倩丽的人影来。张沐雨，他的大学同学，某种意义上的初恋。轻轻咳嗽了一下，刀三下意识地转移话题。小妹啊，你在学校里表现怎么样？可别骗了，你同桌在这呢。话音落下，这下轮到小烟雨神色一僵，目光都有些躲闪。楚天骄此时目不斜视，将杯中茶一饮而尽，一副没有听到2人在说些什么的模样。烟雨，说说看，发生了什么？小烟雨张了张嘴，欲言又止。你能告诉我，烟雨在学校遇到什么事情了吗？楚天骄神色一凛，通过这杯茶，他已然知道这位恐怕很不简单。
大舅哥，刀三哥，烟雨他在学校被老师针对了，班主任让你明天去一趟学校办理退学。哥，你明天就不用去了，我自己去办退学。自从神话复苏后，我们高考就考的是修行了，我天资差，反正也考不上修行大学的。你天资不差，小妹，你有如今这个时代第2尊贵的位格。位格那是什么？你不必管，也不必问，至少在如今这个时代，你的身份是天下第2尊贵，是可以号令天地的。啊，哥，你是不是在外面伤到脑袋了呀？怎么说的话奇奇怪怪？以后你就知道了。一旁的楚天骄忍不住咽了口唾沫，能随手拿出这等灵茶的人物，绝对不简单，也绝不会说胡话。天下第2尊贵，号令天地，他忍不住看了一眼娇憨的烟雨。行了，明天哥陪你去一趟学校，今天晚上你好好休息，梦到什么都不要惊慌。虚空震荡，一个少年凭空出现。我竟然从神话洪荒回来了，以为自怜，有你烟雨，天地权柄，位格晋升，元气。先帝尊位，汝当为太上玄黄大庙大德烟雨天尊。今日加冕，众生周至，万物敬仰，敕封高。天地敕令，有人正神话大罗之位了，还是获得了神话大罗的位格？怎么可能？他心头惶恐到了极点。神话复苏才开始3年，怎么可能那等境界的强大存在就复苏了？这位号称此刻世间最强仙的天蓬元帅打了个哆嗦，惊惧到了极点。烟雨，快起床了，该去学校了，我和你一起去。新规定，迟到不准进学校，让你们班主任来接你们。大爷，我不是学生，我是他的哥哥，他被老师叫家长了，我来见老师的。可得了吧你，这贱嫩的，你不也是个高中生，哪有找家长找到高中生身上去的？别想蒙我！火眼金睛。火眼金睛那是啥？不过大爷，你应该去看看远晴了，我哥都大学毕业3年了，3年。我不信，小烟雨，别想骗我。开门，开门。不开，叫你们班主任来。开门，开门，开门。火眼金睛吗？天地法旨，小烟雨是昨夜那个天地敕封的烟雨天资，应该不是得证完整的神话大罗，只是位格。只是现在怎么可能还有人保留完整位格？还有小烟雨的哥哥也很不简单，年纪轻轻便已然是天人境修士，恐怕距离登仙也不远。不过在我面前还算不了什么。高39班，此时正在进行高考前的最后一课。后天就是大家参加高考的时候了。这一次高考会有当世最强仙坐镇，如果谁能得到那位的另眼相看。此话一出，众多学生都兴奋了起来。当世最强仙，那位传说中与上古神话年代同龄百万天河水军的天蓬元帅。张老师，烟雨同学还没来，他到底会不会参加高考？我说过，劝退开除，取消高考资格，那自然是说到做到。我们现在和他还是同学，但是随着时间推移，我们越走越高，而他还在原地踏步。说到底，我们终究不是一路人。是啊，后来当我们高居9天，超越北海木苍梧的时候，他或许在操特柴米油盐，在为生活琐碎而白头。楚天骄则是在冷笑，别人不知道，他还不知道吗？小烟雨的哥哥绝不简单，他怀疑或许是一位炼神反虚，甚至炼虚和道境的大修士。下一刻，门被推开，众人都愣了一愣，下意识地朝着门口抬眼瞧去，却是小烟雨和一个面如冠玉的少年。少年的神色并不好看，其上满是冷漠。你是烟雨的哥哥吧？跟我去一趟办公室办理退学吧。想不到李烟雨哥哥还挺好看的。退学就不必了，烟雨要参加高考的，我此来是想要了解一下烟雨这几年的校园生活到底如何。退不退学是你说了算，无论你们同不同意，稍后我会通报上去，删除李烟雨同学的学籍，你们2个自己离开吧。我很好奇，如今这个时代，一个班主任都有权利直接开除学生了吗？还是在将要高考的时候？思维还停留在神话元年之前呢。如今这个时代，强者为尊。我是炼气化神武重天，官方称呼为宗师。一个班主任的确不能直接开除一个学生，但是一位宗师可以。宗师是不是还有什么宗师不可辱？到底是一家人，都是孤儿，没爹没妈。看来在没教养这件事情上，你们是共通的。话音落下，教室里3个人的神色都冷了下来，个是楚天骄，一个是刀三，还有一个是小烟雨。而与此同时，窗外原本明朗的天空，刹那乌云密布，汇聚紫色天雷，如渊如海。古老者俯瞰一切岁月过去，为最古生灵，通天彻地。天尊位同天地，一言一行便是天地法旨。诋毁一位古老者，一位天尊，是要天诛地灭的。不许你说我哥。小兔崽子，滚远点！也就是在学校，若是在外面。既然你自己说，
强者为尊，那你冒犯我，我打你也很合理。你敢打我？你竟然敢打我！校长，救我，为我做主！虚空震荡，一个少年凭空出现。我竟然从神话洪荒回来了。大舅哥，张落花背后似乎是有其他势力的，不过说不上太强，我可以解决。不必，一并灭了就是。住手！快住手！是校长。校长来了，这场闹剧也该结束了。你们猜那个少年会怎么样？不好说，年纪轻轻，结果可以将炼气化身的宗师暴打，是一个绝世天骄。校长最惜才。张老师，住手！学校里面大动干戈，成何体统？张校长，你看我，再看他，他在学校公然对一位老师出手，你不管吗？你要是不管，我让我哥来管。张校长眼皮子跳了跳，咽了口唾沫。看门大爷可是刚才给他交底了的。那少年是一位天人境大修，当然天人境固然不算什么，可他忍不住看了一眼还有些懵逼的李烟雨，咽了口唾沫，个疑似神话大罗位格的少女。完蛋了，完蛋了！校长来了哥，咱们校长叫张道陵，据说是半只脚迈入炼神反虚大宗师的人物。张道陵呀，你们学校还真是卧虎藏龙，人间道教祖天师，龙虎山天师府的老祖宗，也是洪荒末期赫赫有名的仙。刀先生，不好意思，是我们学校管理不周了。事情的经过我已经了解了一些。小烟雨的高考资格怎么可能被取消？等会我会亲自替小烟雨报名的。咦，据说校长不是很威严的吗？现在看来很温和吗？这是怎么回事？校长聚会偏帮那两人，莫非他们有什么天大的背景不成？有个屁的背景！那个李烟雨是个废柴，他和他哥都是孤儿，哪来的什么背景？说着，陆月眼中闪过一丝怨毒之色。他最倾慕的便是楚天骄了，可楚天骄只围绕着烟雨转，他不明白自己哪里比那个废物丫头差了。张笑，你偏帮一个外人，你可想过我哥和我父亲吗？够了，我知道你家在神话复苏后权势很大，但也正因如此，才养成了你们一家子的跋扈模样。我这个人只帮道理，不帮权势。我哥是琅琊市监察司的副统长，我大伯是琅琊行省军区中将，我父亲是琅琊市执政总官。我要让你死无葬身之地，我要你死，还有你，我要你被撤职，都给我等着，都给我等着。琅琊市是琅琊行省的省会，你那一家子应该都住在琅琊市吧？是不是住在一起？怎么想要上门请罪？不好意思，迟了。不，我只是想斩草除根。刀三凝视张落花，凝视他身上模糊的阴骨线，找到了。我这个人啊，精于算计，所以我也从来不喜欢给自己留麻烦。我若杀人，当要斩草除根。现在你家没了，不可能！你在撒谎！你在撒谎！你一定是在……好了，就先这样吧。张校长，烟雨就交给你了。后天的高考，烟雨会去参加的。郎乃是天雷如瀑，将是行政总官、实权中将等在内的权贵镇杀的事，在整个大夏联邦高层处都掀起了轩然大波。姓名刀三，出生于2099年3月13号，今年25岁，父母早亡，毕业于琅琊行省的琅琊大学。该目标人物于3年前神话元年失踪，其妹多次报案，琅琊市稽查亦多次搜寻无果。而在昨天，刀三又突然回到琅琊市，并且于今日前往琅琊一中。前男友，你真的回来了？我就说小妹怎么和我说今日有份大礼送我，原来是你。离别3年，再相见，你我却已然是2个世界的人了。我走在云端，师从仙人，而你却依旧是个寻常普通的书店老板，故人依旧，只是我走到了高处，高处不胜寒。说人话。今天是咱们大学的同学会，刀三，你要去吗？沐雨，班长还真是一如既往的豪气啊，病在这里，恐怕开销不少吧。你还好意思？当初班长对你可不薄，结果呢？一毕业你就失踪3年，也不知道联系他。刀三，想我没？班长，你和当初比起来，还真没什么变化。走走走，喝酒，咱哥俩可是3年没见了。你这家伙，刀三哥如今在何处高就？还是老样子，守着一个小书店，平淡无奇。书店好，书店好。敬酒的人丝毫没有看不起的意思，他可不傻。就算这位现在混得差了一些，但他那兄弟可是陆氏集团如今的掌门人，想要一飞冲天，可再容易不过了。老刀啊，咱现在也算出息了，要不你来帮我？你是知道的，我这个人马虎，管不好那么大的集团。老陆，不用了，我现在很好。你的意思我明白，我记在心中，以后有事的话来找我。那成，我有事我来找你，你有事来找我。刀三，跟我们走一趟。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回白虎大人的话，我已经吩咐下去，上刑侦队的稽查队长去请那位来一趟。请？你怎么说的？就是让他们请那个刀三来一趟监察司。你确定你这么说，你手下不会误会？你确定他们是将那位请过来，而不是靠过来？不过真的考回来也没事吧？那刀三有什么特殊不成吗？我不是发了刀三的档案给你吗？你没收到？司长眨巴眨巴眼睛，点开邮箱，往前翻了翻，瞅见了一个标题为绝密的未读文件，神色变了。点开文件，瞅见刀三以及后面括号中的灾难级2字，他彻底色变，寒气从尾椎骨炸起。灾难级对应的是天人境强大生灵。要知道，面前监察总司5方大执法之一的白虎，也不过是第4境炼虚河道级数的大佬。走，快去龙门酒楼。谁是刀三？跟我们走一趟。我就是刀三。铐起来，带走。稽查队长神色淡漠，虽然他不清楚为什么抓一个年轻人要司长亲自吩咐，但是他也管不了那么多，一切照办就是了。陆月笙愤怒起身，将手中酒杯摔了个粉碎。谁让你们来这里抓人的？刀三又犯了什么法？什么罪？陆氏财团可不是一般的公司，是真正的财阀，真正的庞然大物。哪来的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若是再有废话，将你也一并抓走。他并不知道陆月笙的身份，只是这一次抓捕实在不合规矩，没有抓捕令和具体罪名，这才开口恐吓，希望对方知难而退。不想这却彻底激怒了陆月笙。我不知天高地厚，现在立刻让你们司长来见我。小伙子，口气不要这么大，还让我们司长来见你，你以为你是谁？稽查办事，你敢阻烧，小心给你安个罪名，送你进去安后生仔。神话复苏后，强者为尊，而监察司作为大夏联邦最大的暴力机构之一，自然越发的跋扈了起来。陆月笙的神色冷到了极点。好，你一掌枪指我，我拿战剑指你，不过分吧？此话一出，包厢中的众人都愣了一下，刀三也有些惊奇。天人境巅峰的神面微微一顿，抬起头看了眼窗外天空，随即了然。啧，看来老陆也不简单啊。小伙子，你是失心疯了吗？将他一起铐上，带回去。是。是陆家的战舰，怎么回事？为什么会突然降临？代号天灾的刀三是在参加同学会，他的同学中就有如今陆氏财团的掌门人。还愣着干什么？上去救场啊！对了，忘了自我介绍了，鄙人陆月笙，前为陆氏财团的董事长兼最高执行人。没想到是陆公子当面，我等有眼无珠，还望陆公子见谅。踢到铁板了，他怎么也想不明白，只是来执行上面交代的一个再简单不过的任务，怎么就莫名其妙的招惹到这样的大人物了呢？而且看起来那个叫做刀三的和这位陆公子的关系匪浅。老陆，我记得当初上大学的时候你对我说你家里小有资产。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都是意外。今天这事儿你也不用谢我，叫我一声爸爸便可。刀三老脸一黑，翻了个白眼。无论过去多少年，无论各自身份发生了什么变化，彼此总想成为对方的老父亲。现在你来说，刀三犯了什么法，犯了什么罪？陆公子，小的也不知道啊，我只是听从司长的吩咐。李先生，今天的事情完全是个误会，还请您见谅。行了，你也别鞠躬了。不过我看你们监察司的小稽查都很跋扈啊，这可不是我记忆里为百姓服务的模样。你们被开除公职了，并且随后我会对你们在职期间或许涉及的贪污、受贿、枉法等行为进行彻查。行了，老陆，改天咱们单独约一约。我小妹今天高考，估摸现在也结束了，我就先回去了。刀先生，您看，咱们现在一起一叙。我说了，我要去接我小妹，你没听到吗？既然你是监察总司的人，这样我明天要去一趟京城，到时候让你们总司长来见我。说完，刀三信步离开了包厢，留下包厢里的众人面面相觑，让总司长去见他。陆月笙和张沐雨若有所思，而众多老同学们彼此都震颤，只觉得刀三离去的背影一下子伟岸了起来。董事长，您的那位朋友或许很不简单，要调查一下吗？不用，老刀是我最好的朋友。董事长，您那位老友的实力或许不俗，在监察总司的档案上被列为绝密，无法查看，要不要让那位出手？我说了，不要去调查刀三，等会你自己去领发。白虎大人，根据信息来看，天灾已经购买了去京城的机票。白虎的神色凝重了起来，一位灾难级人物去到京城，可不是一件好事。灾难级人物天灾将于明日抵达京城，通知下去，全面戒备。另外，告诉总司长，天灾让总司长去见他。校长，你看那个李言语，到现在都还没有来，实在是过分。楚天骄不是也没来吗？那不一样，天骄肯定是有什么事情耽搁了。不必着急，是你和我来早了，这一行还要等我徒弟呢，他也还没来。校长。伏虎罗汉上尊，那刀三便就在那一架客机上。
就在刀三在即将成为神话圣人之时，洪荒崩溃，刀三回归现代。而3年后的现代，神话洪荒正在复苏。在下安排了一艘小型星空战舰，到时候会先行轰击那杀我族人的刀三。天人境的蝼蚁而已，不让你去做的事情，做得怎么样了？回上尊的话，我已然分发请帖，到时候会有几位行省的大执政来赴宴，然后您就可以。不过上尊，如今那位号称当时最强仙的天蓬元帅就在京城，会不会有麻烦？当时最强仙，笑话罢了。等到真正大人物复苏，那净坛使者算个屁，他大师兄来了还差不多。你放心吧，巫佛虽然尚未复苏归来，但也派了人去劝降净坛使者，他不叫就打死他。来者何人？一个天人，居然敢直面吾而来，胆气倒是不错。螳臂当车，匹夫撼树罢了。归根结底，只是不自量力，开炮！吾送主入轮回，当记得轮回中诵经念佛，多拜弥勒，或可在某一世灯明极乐。弥勒，你是弥勒佛的从属，可我记得你不是忠于释迦如来的吗？我没记错呀，你作为伏虎罗汉，是灵山18罗汉之一，怎么转投了弥勒那小家伙呢？他声音并不大，刚好落入伏虎罗汉和才赶来的张道陵耳中，两人都是心头一悸，头皮发炸。伏虎罗汉死死地盯着刀三，越看越觉得有些眼熟，可一时之间就是想不起来在哪里瞧见过。张道陵也是有些懵逼，拿捏不清楚到底什么情况。你到底是谁？现在是我在问你，回答我。我管你到底是谁，既然如今只有天人境修为，那你便死来。你到底是谁？你到底是谁？不记得我了吗？我曾赴宴于菩提，当时侦查到水的，不就是你和降龙罗汉吗？这句话如同一道惊雷，炸响在伏虎罗汉的脑海中，也将同样听到这句话的张老太爷吓傻了眼。也就是张道陵此刻在竭尽全力抵抗天雷的余波，不然也要吓傻。伏虎、降龙两位罗汉侦查到水，而此时伏虎罗汉脑瓜子嗡鸣，他一下子想起来了，想起来眼前这位到底是谁了。无尽岁月以前，他和降龙罗汉曾在聆听准提无上尊，也就是菩提古佛教会的时候，恰逢有人来访。那个人身着9色天衣，周身缭绕着混沌气，无穷伟岸，无穷高大。当时他和降龙罗汉负责侦查到水，完事后便离开，并不知晓那个访客和菩提古佛交谈了些什么。面孔和眼前的少年一模一样，只是这少年并未身着9色仙衣，身披混沌，一时之间他没认出来。伏虎罗汉浑身瘫软了下去，心头死死地揪了起来，整个人都惶恐。未能做客菩提古佛的存在会是什么层次，他想象不到。可伏虎罗汉记得清楚，当时菩提古佛待这位是平等对待的。刀三看着下瘫的伏虎罗汉，神色淡漠，随手一指点杀了张老太爷。告诉我，你为何投去了弥勒佛门下？西游落幕后的洪荒又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不知道，当年天庭坠落，灵山崩塌后，我便跟了弥勒佛尊，可其他的我真的不知道。大人，我只是一个小小罗汉，只能随大流。你既不知天庭为何坠落，灵山为何崩塌，那可知晓神话洪荒是如何消泯的？当时一位位仙佛都莫名解体，我也不例外，然后便是沉睡，醒来就已然是现在了。看来你真的什么也不知道，那便如此吧。以无之名判罚你死罪，天地共诛。根据航班 U9527 临时汇报上传的视频，看了吗？看过了，万雷如烟。根据对比调查，拦截航班的两人，一个是张家老太爷，另一个疑似一位佛门罗汉。罗汉，那恐怕有人先层次了吧？将刀三的危险等级上调，从灾难级上调至禁忌级，档案进行黑色封存。另外，调查一下张道陵。我知道了，这就去调查。另外，航班 U9527 即将抵达京城，我们要不要去迎接？不用，一介照旧就行了。回头我会亲自去拜访一下刀三。我曾与开天辟地者坐而论道，也曾与万道之祖饮茶对弈，还做过3位道门大天尊的半个老师。忽然洪荒崩溃，神话人物在现代渐渐复苏。半夜，一个女人偷偷溜进了刀三房间。沐雨，有什么事情吗？我后悔了，刀三，我们复合吧。老哥，开门，开门！你去开门，我躲一下。你别钻我被子，我还没答应你。快去看外面，那位号称当世最强仙的天蓬元帅，他在云端之上和一个人搏杀。窗外天空五彩斑斓，可以隐约瞧见2道身影在碰撞，仙光佛光都在氤氲，激荡起灵气风暴。净坛使者，如若不归降，来日当遭大难，且思虑清楚。老子是净坛佛，不是净坛使者。
现在佛为弥勒佛尊，弥勒佛尊既然敕封你做净坛使者，那你就是净坛使者。6道轮回拳是那个人教你的拳法，你修成了。是俺老朱一记6道轮回拳，先路镜头谁为锋？一剑拦老朱到抽扣。不愧是当世最强仙。好你个猪八戒，倒是小觑了你，有那猴头半分风采，但你莫要太过得意。若我猴哥在此，一棒子下去，叫你魂飞魄散。一尊刚复苏的菩萨，也不知道我赐予了荒古圣体的猴头与传授了吞天魔功的唐僧都怎么样了。听刚才八戒所言，猴子似乎成神话大罗了，倒是不错。看起来我也要加快进度了。哥，这就打完了吗？打完了。你这丫头打了一架，明天应该还是天蓬元帅坐镇高考吧？好厉害哥，你和他们谁更厉害？当然是你哥了。吹牛吹牛，不过老哥，你一下子变得好厉害，好不真实。再怎么变还是你哥，还不回去睡觉去？我拿件浴袍就回去，我衣柜里的2件浴袍不小心泡水了。拿吧拿吧。小烟雨轻哼着乐曲，拉开衣柜，张沐雨缩在衣柜里，默默地将一件浴袍塞在了小烟雨的手中，然后又默默地拉上了衣柜。快去休息去，明天高考。哥，你要节制，记得做好安全措施。次日，高三盘坐在床榻上，缓缓睁开双眼，又精进了一些，还差最后一线，2天至3天左右就可以迈入人仙了。今天是小妹小组中考的日子了，等考试结束，我也该去见一见八戒了。外太空，月球随着蓝星膨胀万倍，月球也膨胀了万倍。而此时此刻，月球背面做楼台处理，其上琉璃为瓦，净玉做砖，极尽奢华。净坛使者如今学会了那人传授的法门，我不是对手。他的资质都能学会，倒是难得我明日亲自去一趟吧。文殊菩萨即亲自出手，那净坛使者只有再复轮回了。您是当世为一个复苏的神话大罗，这是我们的机会。处理掉净坛使者，便可以着手扶持佛国。若吾等将此本元界打造为地上佛国，等弥勒佛尊归来，当可称无敌。张校长，说起来这小组中考到底考的是些什么？是猎杀妖兽，神话复苏，灵气潮汐汹涌。不只是人类变强了，一些动物也蜕变为妖兽，比的就是对妖兽的狩猎。我倒是还真没了解过这些。师傅，山脉中恐怕有强大妖兽的吧？不怕遇到危险吗？自然会，故此中考也允许学生伤亡，允许主动退出。而且这次选择的横断山脉是未开发的原始山脉，其中或许有极强的妖兽存在。难怪要当世最强先来坐镇。行了，我要找个地方休息，这考试要考一整天，总不能在此干站着。老头子也要休息，一起吧。你们一起去休息吧，我正好有些事情要去处理。横断山脉，楚天骄额头至尊骨发光，将一头第2境炼气化神七猛虎洞穿。看来这考试也不是很难嘛。真的好简单，什么也不用干，看看风景就好了。原本他还以为小组中考会多么困难，现在看来也不过如此嘛，抱大腿真好。一旁的陆月将一只兔妖逃杀，冷眼看着李烟雨。能不简单吗？我和天骄都在捕猎妖兽，而你呢，是来游山玩水的吗？你除了拖后腿还有什么用？没事没事，我也杀，妖孽看见。楚天骄瞧着和小鹿妖杀得有来有回的李烟雨，无奈扶额。他看向一旁的陆月，神色淡漠了下来。我说过了，烟雨的那一份我来杀，你不必在这里阴阳怪气。天骄，我只是心疼你劳累，而那个李烟雨还一副游山玩水的模样。我乐意。高考是允许伤亡的那烟雨，为了我的幸福，只好麻烦你去死了啊！我只要制造出落单的机会，杀烟雨，轻而易举。楚天骄是我的。三人继续前行，很快就到了横断山脉的中部。接下来要小心些了。小烟雨此时神色也严肃了起来，将一块薯片塞进嘴里，挥舞了下小拳头。好，小心一点。你哪里来的薯片？我刚才想吃，然后没走2步，就在地上捡到了呀。烟雨娇憨的笑着，似乎很雀跃。他发现来到京城之后，自己经常可以心想事成，看来自己的运气好起来了。忽然，不远处传来急促的脚步声，正在靠近。楚天骄神色一凝，将手搭在了刀柄上。陆月身子微微弯曲，做蓄势待发状。就连小烟雨也下意识地压低了嚼碎薯片的咔嚓声。脚步声越来越近，一个眉眼锋利的青年和2个女子的身形浮现了出来。把你们的腰牌交出来，然后自己退出比赛。还有薯片。青年旁边的少女紧紧地盯着李烟雨手中的薯片，咽了口唾沫。朗哪寺的那个身负重瞳和至尊谷的天骄雨，咱们京城的叶大少创在一起来，有好戏看了。也凡是我京城第一天骄，也不知道和那朗哪寺来的比起来如何。不好说，朗哪寺的那个本身便以天骄为名，
唤作楚天骄，同时背负重统和至尊骨，有无敌之姿。天蓬元帅的目光扫过李烟雨的时候，明显的愣了一愣。这个女娃娃的长相居然和那位大人有几分相似。此时，两个小组的人依旧在对峙。小烟雨怒气冲冲的抱着薯片，躲在楚天骄背后。不给不给不给，我拿饼干跟你换。那可以。两个少女凑到了一起，留下另外4个人在风中凌乱。我叫叶凡，这2位是夏花和夏草。说着，他看了看正在和李烟雨彼此分享小零食的夏花，脸上闪过一丝无奈。楚天骄也放松了些许，轻轻领手，意识介绍了一下自己这边。他能感觉到这个叶凡身上有一丝丝危险的气息，而同样的，叶凡也能察觉到楚天骄身上的危险味道。我们一起走呗，2个小组一起，可以猎杀更强大的妖兽，到时候咱们一个组一头，平分。小凡，我觉得这个提议不错。2个当时决定天骄之争，还没开始变异结束。看来是这样的，大战落幕的原有薯片和饼干。说起来，那2个女娃是怎么把零食带进去的？云端之上，刀三一边注视着小烟雨的一举一动，一边若有所思。你是说天庭的太白金星和灵山的弥勒佛在同一天造反？是的，我知道的只有这么多，更多的我也不清楚了，接触不到那个层次的东西。说着，他偷瞧了一眼刀三，心头一感更重了些许。这位到底是什么身份？对神话时代的事情看起来很清楚，可却偏偏不知道白帝和弥勒佛尊这2件大事。这种气息怎么了？没事，只是这山脉里有个意料之外小家伙要复苏了。薯片饼干都有了，要是再来一点冰阔落就好了。这里哪来的冰阔落？我觉得有常温的就不错了。你们2个啊，等考试结束了，我请你们喝冰可乐，行了吧？烟雨我来请，你请夏花就行了。2人对视了一眼，都看出彼此的心思，都生出同病相怜的感觉来。天才与天才之间都会惺惺相惜，而舔狗与舔狗之间亦是如此。你们不懂，现在想喝，等会就不一定想喝了。要是天上掉下来一瓶就好了。话音落下，天空中传来一声鹰啼，一瓶可乐从天而降，砸在了枯枝败叶上，瓶子表面还泛着冰霜。几人脚步同时一致，神色也凝滞。呀，冰阔落，再来一瓶就好了。天上又掉下来一瓶冰可乐，正落在夏华身前。众人一时之间都陷入死一般的沉默。烟雨牛逼！言出法随，烟雨妹妹，莫非你是劲道之体？什么劲道之体？我不是运气好吗？这可不是什么运气好，烟雨妹妹，要不你再试试说一句，来2辆坦克，来2辆坦克。我还以为我真能言出法随力，看来真的只是运气好。几人的眼角都抽了抽，都不相信真的只是运气好，哪有运气好到说来可乐？这荒郊野别岭就有可乐从天而降的，还是冰镇过的，未免有些太离谱了。就在众人惊疑不定的时候，云端之上，刀三思索了片刻，将凭空造物出来的2辆坦克重新泯灭，还是没有丢下去。道友，你这是？你既然知道我妹妹有天尊位格，难道猜不出来吗？烟雨还不能完全掌握天尊位格，那我就培养她养出自认能言出法随的习惯，时间久了，她便就可以真正掌握自身权。京城皇宫，神话复苏3年，这大夏联邦的国主便从一个凡人迈入人仙巅峰，倒也算是不错了，不过也就那样。有朋自远方来，虽远必诛。什么声音？我似乎听见隆隆声在响起，会不会是妖兽潮来了？快闭嘴！别说，你嘴开过光，别乱说。无数的妖兽连绵兽潮之中，大部分都是大宗师层次的妖兽，甚至不乏炼虚和道境即将化形的妖兽。所过之处，大地崩裂，有几只炼神反虚的大宗师妖兽注意到3个弱小蝼蚁，都发出兴奋咆哮，朝着他们飞扑而来。我是绝世天将，我是注定要站在世界巅峰，要和炼仙博弈的人，怎么可能死在这里？你们替我挡劫！那是妖兽潮，天蓬上仙。陷入假寐状态的八戒再次睁眼，神色微微凝重。不对劲，横断山脉最中间似乎发生了什么变故。这时又有一个神话人物复苏，而且这种恐怖的力量绝非太乙金仙，难道是神话大罗？应该不会吧？神话大罗不该在这个时候复苏的，若是强行回归，要付出很惨重的代价。吾先去镇压兽潮，通知你们大夏联邦的国主，让他速速来一趟横断山脉。爷，这儿还有个人。陆月眼中闪过锐利之色，做慌乱状跌倒，刚好撞了一下李烟雨，将他推上前，直面正当。云端刀三眉头皱了皱，一旁的陈妙云轻轻叹息了一声，他知道陆月那孩子等同于宣判死刑了。烟雨，小心！
层叠的泥土浪潮朝着李烟雨咆哮而去，眼看他就要被正当撞成碎片。楚天骄和叶凡都色变，都想要出手。一个额头至尊骨爆发璀璨光，一个周身浮现无上玄奥的仙道符文，可是来不及了，全力爆发的正当，实在是太快了，已然都掀起音爆。哦，不要！陆月眼中闪过一丝疯狂和快意，烟雨死了，楚天骄就是自己一个人的了。忽然，横断山脉中心，一丝火光绽放，有稚嫩的低语声响起。咦，刀爷爷的血脉气息，伴随低语声，一丝绝强的气机横扫整个山脉。你们替我挡灾，待到他年我无敌天下，自然将你们复活。哪来的傻逼？烟雨，没事了。你们听，什么东西再靠近？众人下意识的侧目，顺着声源瞧去，都愣住了。妖兽，铺天盖地的妖兽浪潮，几人脑崩。妈呀！烟雨，你个乌鸦嘴！兽潮眨眼而至。我去一趟山脉中心，复苏的，算是我一个后辈，我需要去看看。张道陵微微一呆，后辈，方才横扫整个横断山脉的恐怖气机，归来的神话生灵极有可能是一尊神话大罗。神话大罗是这位的后辈，假的吧？犹豫了一下，他忍不住发问，用语也带上了敬词。他说：“前辈，要不要我出手镇压妖兽潮？”不必，交给八戒就行了。而此时，横断山脉的地方，楚天骄气喘吁吁，手中长刀劈出恐怖刀光，与叶凡合力将一头炼神反虚的大妖斩死。叶凡此时神色也有些疲惫了。再这样下去，我们恐怕都要死在这里。都是烟雨的错，是他的乌鸦嘴招来了妖兽浪潮。你不会觉得烟雨真的能言出法随吧？不要在这里挑拨离间。时空震荡，刀三从神话洪荒归来。去吧。情况有些不对，妖兽越来越多了。你们既然执意要带着那个废物女人，那我就不陪你们死了。烟雨，你们也跑，快！不走。走啊！再不走，或许都走不了了。也许陆月是对的，我好像真的是一个废物，是一个拖累。小心！滚开！你们该死！人在天上坐，祸从地上来。是谁？和我没关系，不是我，我不赔钱。阁下何隐？此来有所为何事？我来见后辈。后辈，此地哪里有你的后辈？还请阁下速速退去。他们看不透眼前这个人，明明看起来只是一个天人境巅峰的小修士，可却给他们一种致命的威胁感。这些天妖有预感，若是此刻动手，或许自身要于刹那间陨落。可他们不能退，少主人在复苏的关键时刻，若是被干扰，后果不堪设想。速速止步，否则我等将要出手拦截了。你们都是护主，里面正在复苏的是小九吧？他状态很不好，这次复苏或许会出问题。你到底是谁？天妖们悚然一惊，这个人怎么知道复苏的是九皇子？阁下可是祖天庭的那位前辈妖圣？我不是，小九，叫他们让开吧。现在连我都不相信了。刀爷爷，没想到居然能在这里见到您，妖天庭小九，见过刀爷爷。你呀，还是那么重礼数。我以自身位格询问天帝，我父亲、大伯，还有我的几个哥哥都不在这天地见刀爷爷，发生了什么？事情说来很复杂，我也不是很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当年我只救下了小石和小五，却是没想到你能在如今这个时代复苏。小九稚嫩的脸蛋上闪过一丝悲伤和震惊之色。如今天地的异常，连大道尊也不知道吗？我既然能复苏，那爸爸妈妈还有哥哥们也有机会复苏。我窥视陨落后的部分岁月进程，看到实地曾化身陆压道人，那么我便也以陆为姓，当为陆九。大道尊爷爷，小九能跟在您身边吗？不必唤我大道尊，也不用再叫我刀爷爷。你的兄弟姐妹唤我爷爷，可你当初是叫我老师的，如同以前一样就好。你算是我的晚辈，跟在我身边自无不可。走吧，带你去认认老师的妹妹。是，老师。烟雨，你喘气干啥？我这不是看你们都在喘气吗？我要合群。那道剑光是怎么回事？恐怕人仙出剑，也不过如此。烟雨是人仙。他们看着这个娇憨的少女，无论如何也不能将她和人仙联系在一起。整个大夏联邦，甚至整个蓝星，除开复苏的神话人物，才有多少人仙？不过百，双手之数，甚至更少。方才是谁在出剑？5人下意识的抬头，都瞪大了眼睛，目瞪口呆。传说中的那位当世最强仙，正在从云端漫步而来，周身氤氲着极大的仙光，正就落在众人身旁。天蓬元帅。天蓬元帅，
是神话元年便复苏的仙，曾在外太空上演了一人覆灭樱花联邦星空舰队的事。他是无数大夏联邦年轻人的偶像。八戒扫了5人一眼，略微有些惊异。5个人，一个身负至尊骨和重瞳，一个具备仙灵道体，还有一个和那位大人有几分相似。方才是谁展出的天地之剑？烟雨瑟缩了一下，忍不住举起手。是我。上仙，这个少女是刚才一剑将横断山脉1分为2的人。孩子，我能感觉到你未曾真正踏上修行路，炼精化气都还不是，可以告诉我你是如何展出天地之剑的吗？我也不知道，我就是挥了挥剑就劈出来了。可否再挥击一次？烟雨轻轻点头，举起手中长剑，一斩而落。小姑娘，你是不是在撒谎？我没有。孩子，你跟我念以无之名，是令天地大雪。时空震荡，刀三从神话洪荒归来。以无之名，是令天地大雪。八戒失望地摇了摇头，是自己误会了吗？莫非真正展出天地之剑的人已然离去了？你们国主没来吗？罢了，我亲自去皇宫找他，这里交给你们。八戒感应到横断山脉中心的神话大罗气息忽然消散了，估计是那位未知的神话大罗已然复苏。他要去找大夏国主商议一下如何处理才是。可以告诉我你们为什么要撒谎吗？他的语气有些严肃，带着丝丝缕缕实质化的威严，压得叶凡几人喘不过气来。我没有骗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劈不出来那样一剑。天地之剑便是调集天地之力，若真是你展出的那一剑，方才你随天蓬上仙念那句话的时候，就该有大雪纷飞。不错，天蓬上仙曾经说过，能调集天地之力者，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号令天地，而令天地下雪是最简单的了。几位大人，烟雨他真的没骗人，到现在还撒谎。罢了，和你们几个娃娃浪费什么时间？我们继续探查吧。诚实是一个人基本的品德，记下这几个考生的名字，让他们明年重新参加高考。几人的脸色都是一变，重新参加高考，代表着他们要蹉跎1年，要再等1年才能进入修行大学。烟雨彻底急了，眼眶泛红，赶忙开口：“不就是下雪吗？以无之名，以无之名，哎呀，下雪，下大雪。”话音落下，苍穹微暗，风起云来，大雪落，大雪纷飞，铺天盖地。下雪了。以前我们10个兄妹想要看雪，便就收敛自身之热。刀三伸出手，接住一粒雪花，轻轻摸了摸小九的脑袋，叹了口气，没有说话。巫妖大劫之前，他曾做客妖天庭，当时的石金巫都尊他一声大道尊爷爷或刀爷爷。那时候，刀三曾教导过小九一些功法经典的解析，小九是称他一声老师的。其实后羿射日的时候，他最想救下来的便是小九了，只是可惜被神话天道阻拦，最后只救下了小五。事后他大发雷霆，天穹历经10年无日无月，大地干旱10年，不见雨水一滴，后土亲手将逃回来的后羿宰了，平息他的怒火。这个时代迥异于神话洪荒，不过不断的有越来越强的仙神伏魔复苏，你如今修为没有恢复，自身大日金乌天尊的位格也受损，便先跟着我生活一段时间，恢复了再离去。小九愿一直侍候于老师左右。看着天降大雪，3位大夏高层都瞪大了眼睛。看吧看吧，我就说了，我没有说谎。他心头忽然生出一种奇奇怪怪的感觉，就好像自己可以对这片广阔天地下达命令，或者说下达旨意。雪停，云散，零食大礼包来。忽有狂风将京城中一处店铺里面摆放的零食大礼包卷起，那狂风凶猛，席卷着零食大礼包，刹那便跨越了遥远距离，稳稳当当的落在小烟雨面前。无敌了，烟雨，我以后跟定你了，无限多的零食大礼包。楚天骄和叶凡都震惊地对视了一眼，小烟雨当真有言出法随的能力？莫非真是传说中的劲道之体，天生就可以对天地规则下达一些命令？3位大夏高层自然也想到了这一点，眼中都迸发光华。小姑呢？你叫烟雨是吧？考不考虑来我大夏陆军？你只要来，我立刻封你少将军衔。少将烟雨啊，来我们这里，我给你上将军衔，送你一个集团军，专门保护你。京城的大执政不甘落后。烟雨啊，老夫我是京城的大执政，论地位只在地下之下，你来我这里，我也给你上将军衔，调遣一个集团军保护你，同时还送你3艘大型星空战舰，1艘可以炮轰猎仙的超级战舰。哎呀，我不知道，你们不要问我了，我只听我哥的。烟雨，你兄长是谁？我也封他做上将。姑娘，还是来我这里吧，这老头说的我都给你，也都给你兄长一份，并且我可以请来一位神话人物，亲自教导你兄长修行。话音落下，
京城大执政和海军元帅都瞪大了眼睛。这个条件他们给不出来，想要请动一位神话人物太难了。李烟雨眼睛亮了起来，刚想要说些什么的时候，忽然不必了。哥，时空震荡，刀三从神话洪荒归来。哥，这个小妹妹是谁？我叫陆九，是老师的学生，见过师姑。小九啊，你既唤我一声师姑，我倒要送你一个见面礼才是。来，师姑送你零食大礼包，对你好吧？陆九多谢师姑呀，这孩子乖巧。李先生，老夫是京城的大执政，今日此来是想要……你别说了，你们三位自哪里来便回哪里去吧，烟雨自然由我自己安排。三个大厦高层的神色一僵。这个李烟雨的哥哥好生霸道，那可是京城的大执政，整个大夏地位仅次于陛下的人物，这般不给面子吗？三人的脸色都有些不好看了起来。固然他们都想要得到李烟雨这个真正的无上天骄，可位高权重的他们也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冒犯的。小伙子，不要觉得自己这个年纪迈入天人境就可以为所欲为了，有时候你需要懂得尊重。你大舅哥是天人了，低调低调话。不准你们说我哥哥。陆军元帅愤愤地冷哼了一声，却是没有再说什么。一位劲道之体，毫无修为时就可以号令天地，日后定然是可以走到真正巅峰。俯瞰蓝星的他们不会轻易去得罪。小伙子，天人巅峰到人仙是个坎，不如你和烟雨都来我海军任职，只有出力没有义务的那种。我赠你一枚飞仙丹，可破境天人巅峰，立地人仙。这家伙可当真舍得一枚飞仙丹，那个少年怕是禁不住诱惑了吧？今天我们要见证又一位仙的诞生吗？不必了。你大舅哥拒绝了，还是我耳朵出毛病了？小伙子，你是不知道飞仙丹吧？那丹药可以助你直接破开天人境和人仙境的天堑。如今的你只要服用飞仙丹，可以一步入人仙境。一步入人仙境？是这样吗？都散开！登仙节是对范围内所有生灵无差别攻击，都散开！那是什么？天雷如渊，好似天劫。就是天劫，这是传说中的登仙节，有人在叩县门，要救人仙。等等，那雷霆万钧为什么消散了？这是怎么回事？是渡劫失败了吗？可那雷不是还没劈下来吗？雷劫怎么散了？三位身体暴飞的大人物意识惊住，目光在干干净净的天空和那个少年身上来回流转。什么情况？他们都可以清楚地感觉到，这个少年身上的气息已然是人仙了。可是天劫呢？老师，这里长雷劫的仙胆子很大，居然敢对您凝聚天劫，打死他吧！傻孩子，是天地自然凝聚的天劫，非是人为。再说了，这天地不也没敢将雷劫劈下来吗？是这么个道理。两人旁若无人的交流，听得众人都是目瞪口呆。三个大夏联邦的高层都看出来不对劲，都保持了沉默，不敢再开口说什么。而刀三一手牵着陆九，一手牵着李烟雨，冲着楚天骄、叶凡等人微微领手，随即便缓步离去。成人仙了，等会去见一见八戒，然后也该去尝试技法了。张校长，你这是怎么了？还不是你妹妹她新出了天地剑，本来也没啥，可当时我还盘坐云端，后面那剑光就直直的冲着我来了。多大点事，小声点吧。烟雨在隔壁睡着了，今天把他累着了。前辈，这位是陆九，我的学生，你就不必给见面礼了。陆九不喜欢你啊？为啥？因为你是篡位者的下属，我能闻到你身上有昊天的味道，你是天庭的人。张道陵悚然一惊，他想起了今日早些时候横断山脉中心灵寺要苏醒的神话大罗。好了，张校长也回去休息吧，我还有些事情要出一趟门。老师，我们现在去干什么？去见一个小家伙，打算问问他是否知道神话洪荒的后来到底发生了什么。而与此同时，月球广寒宫，文殊菩萨缓缓睁开双眼，身上代表着真仙境的气机汹涌，让整个月球都微微震颤。凡境、仙境、神话境、神话三境之前的境界，基本都不会涉及到根本大道，只是纯粹的力量破坏。真仙境，随手一击便可以将一颗小星球给打碎。文殊菩萨站起身，佛光氤氲而起。南无弥勒古佛，吾该去打死净坛使者了。你个老家伙绝对不简单，但我不关心，我只要知道你是站在我这边的就行。天蓬上仙说笑了，朕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凡人皇帝，哪里有什么不简单的？你别装，自从你迈入的仙境后，我能感觉到你身上的龙气越来越浓郁了，要比神话时代的大唐人王李世民还要浓郁，几乎可以和末代人皇嬴政相提并论。大概是我被人族气运眷顾了吧。
少扯犊子，你可不简单。我怀疑你老小子也是神话时代的人物。罢了，你既然不愿意说，那就不说吧。反正你只要不是白帝和弥勒的人就好。南无弥勒古，不知菩萨此来所为何事？时空震荡，刀三从神话洪荒归来。不知菩萨此来所为何事？自然是送你往生。菩萨不怕猴哥归来后一棍子打碎你的天灵盖吗？慈悲，那泼猴自有我佛去镇压，而今日我便先将你镇压。跪下！八戒猛地一下跪在了地上，他脸庞张红，发出滴滴滴的咆哮，周身仙灵光辉闪烁，几乎想要尽脱天地压制，但是他失败了。净坛使者，我当宣你三次：罪一，跟随逆佛释迦如来，不遵我佛大令；罪二，不守我佛清规，见无500；罪三，擅自修行万人功法，于佛亦是大不敬。故此，综上所述，吾判你当受死。于此时岁月里6道轮回拳。怎么，你不愿跪着死吗？这么多年，你还不知道什么是神话大罗吗？文殊忽然侧过头，瞥了一眼大夏皇帝。你为何不怕？朕为什么怕？那你为何不拜我？朕不拜仙佛的。那好，我送你和净坛使者共赴轮回，望你二人在轮回路上忏悔，来世时时刻刻诵念我佛之名。你大可以试。你们是何人？我吗？我叫刀三，这是我的学生。你好，我叫陆九。文殊菩萨的眉头拧了起来，这个少年的声音很熟悉，是谁？他心思转动，动用自身暂时残缺的真佛位格，将自身从诞生而起的岁月记忆一点一点的呈现，但是筛查，最终定格在了碧游宫中。碧游宫，圣人道观，无法进一步凭借真佛位格窥视天意道宫，除非他自主的想起来那记忆片段，可他实在活得太久了，去了碧游宫也太多次了，想不起来。看来自己曾经在碧游宫听到过这个少年的声音，甚至是见到过，莫非是截教的一个弟子？想到这里，文殊菩萨脸上浮现出一丝危险之色。你是碧游宫门人，后来入了古天庭，那现在你是从属于白帝还是天帝？刀三奇怪的看了这个菩萨一眼，倒也没有动怒，只是认真的摇头，都不是。那你呢？文殊不以为意，又将目光投向陆九，这个看起来6、7岁的小女孩身上却散发着天仙波动，只能是某位神话人物了。真要说起来，我从属于妖天庭。那2位是来做什么的呢？我来见八戒的。现在看来你想要打死他，我很不开心。是您吗？大人，您回来了，您回来了。因为一些事情，我于西游落幕时消失，很好奇，在我消失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太白金星和弥勒佛那2个小家伙能掀起叛乱？此话一出，文殊菩萨和大夏皇帝的神色都是同时一变，寒意从文殊菩萨的尾椎骨炸起，刹那间便汹涌至全身了。他站立着，不可思议地发问：你到底是谁？称呼弥勒古佛和白帝为小家伙。我不是和你说了吗？我叫刀三，当然你也可以换我以前的名字，大道尊。这3个字如同一道惊雷，炸响在文殊菩萨的脑海中。他面色惨白，不可能，不可能！陆九，交给你了。老师让我处理掉你，所以是你自裁，还是要我出手？即便你是大道尊，但你让一个小屁孩，一个天仙来和我搏杀，你未免也太自大了些。所以我要借用我爸爸的兵器，对不起了哟。复原。伴随着庄严的声音，海量神性精华自虚空汹涌而出，将八戒的身躯填补，让他于眨眼间便恢复完好。多谢大人。你又是谁？3皇5帝中的哪一位？大夏皇帝神色一变，朕不是3皇，也非5帝，朕只是大夏皇帝。刀三轻轻笑了笑，却也不以为意。是3皇又如何？是5帝又能如何？撑死了也仅仅是神话转生罢了。在上古时代，刀三作为半只脚迈入神话圣人层次的存在，更是曾带领3清打上西方佛土。刀前辈，那个文殊菩萨还没死透。我知道，他好歹是个神话大罗，即便如今残缺不全，但位格还在，很难彻底杀死。我也懒得费这个功夫。神话大罗已然具备一些神话特性，其中一项便是无处不在，既可以此彼时存在于大夏皇宫，同时也存在于大气层之外，更是可以存在于现在，也同时存在于过去。这等层次的神话生灵，已然做到收束一切套路，很难彻彻底底的杀死，即便陨落，也会在漫长岁月后归来。而这个特性到了神话圣人阶段，更是直接无解，永远不会被彻底杀死。无论如何，再怎么死亡，都会在未来复苏。前辈，这把剑可以彻底杀死他。
你从何处得来？机缘巧合，气运所致。今日得见前辈，便赠与前辈，算是朕的投名状。清平剑，当初到底发生了什么？连清平剑都残破。刀三轻轻吐出一口浊气，在八戒和陆九震部的目光中，举起了手中残破不堪的清平剑。斩！他轻声开口，手中长剑自上而下，轻飘飘的斩落，劈向了虚空位置。时空震荡，刀三从神化洪荒归来。八戒，你且告诉我，西游落幕过后，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事情？西游落幕后，您失去了踪迹。道门3位大老爷，挖皇宫那位和6道轮回那位，都在寻找您。只是无论如何也找不到您的踪影。碧游宫那位大老爷认为您或许陨落了，而能够如此悄无声息杀死您的，只能是神化天道害了您。继续说。之后的事情我也不清楚，但是猴哥告诉我，5尊天意，5尊神化圣人逆行伐天。听说阿弥陀佛、菩提古佛这2位神化圣人也参与了进去。而就在那一战落幕后，七圣失踪，神化天道破碎。失踪了吗？这个人居然让那些高高在上的天意联合起来伐天道，为何我当初做人皇的时候，从未听闻过这位的名？再然后，先是天帝和释迦如来忽然成为神化圣人，然后白帝和弥勒佛尊也成神化圣人了。之后便是4位天意彼此开战，中途我被判去白帝麾下的李靖杀死。再醒来，已然是如今这个神话落幕又复苏的时代了。你是说你曾被杀死？回大人的话，的确如此。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复苏，我死后发生了什么，我也不知道。好了，我先回去了，你们2人暂时先维持原状，有事情我会通知你们。恭送大人。恭送大人。继法，我改变了3个人的命运，得到了3份天机。3份天机尽数投入技法之中，一道极致庄严、极致伟岸的声音在刀三的脑海中回荡了起来。天机3份，当受报，为天意灵宝，神话版吞天魔冠。运气不错呀，3份天机能换来准天意之宝。接下来该去找一下当下时代存在的一些天命之子了，获取足够份数的天机，运气好可以直接从无限大道那里开出修为。即便刀三如今是以古老者位格重修，也依旧需要至少10年，甚至更久远的岁月才能重返神话准圣。可要是开这个天机盲盒，甚至有概率立地复返巅峰。京城李家，我去出个任务，回来就这样了，给我查，给我查。在他眼前躺着的一个是他的亲弟弟，一个是他的小儿子。回大人的话，根据附近一些没有损毁的监控以及卫星图像来看，目前基本可以确定凶手是一个女子。将监控给我看看，她是谁？回大人的话，我已经让信息司的人进行数据对比，基本可以肯定是张天的女儿张沐雨。张天是曾经和小少爷与三爷结仇的人，被三爷处理掉了，他应该是上门报仇的。如今在市中心的一处酒店，我们没报警。传我军令，调集第2集团军的步兵师。大人，这里是京城吗？无碍，等他出京城便是。老哥，通知下来了，我们无条件第一。张校长，另外一个女学生呢？张道陵心头微微一颤，那陆月嘛，自然是心头怕了，回廊哪是去了？算他跑得快，不然我可是要找他麻烦。正好，我要回去一趟琅琊市，那陆月的事情我会去处理掉。烟雨，你既然通过考试，接下来的单人考便好好努力。哥，你不陪我在京城完成单人考吗？琅乃市有什么大事吗？刀三轻轻捏了捏他的脸蛋，笑了笑，没有说话。早些时候，他以原始金章感应过了，世界因果线中显示，距离自己最近的一位天命之子，便就在琅琊市，所以他要回去一趟。京城这边我会照顾好的，刀先生放心吧。说起来，沐雨呢？怎么还没回来？众人愣了一愣。是啊，张沐雨呢？沐雨倒是跟我说了，他似乎去处理了一些事情，现在在去郊外的路上，他想散散心。刀三下意识的抬头，瞳孔微微收缩，巨大的嗡鸣声响彻整个蓝星。侦测到大规模灵气爆发，疑似第2阶段神话复苏提前。灵气爆发开始，准备接受洗礼。磅礴的灵气从遥远处刹那席卷过来，他被厚重灵气包围，能清楚地感受到自身躯壳强度在缓缓增加。时空震荡，刀三从神话洪荒归来。能不能告诉我，这2年半你到底经历了些什么？我不是说过吗？和开天辟地者坐而论道，与道祖饮茶对弈，亲见万事大解，轻巧仙佛起落。小鹿九侧目，眼中闪过一丝惊奇，原来老师有这么大的来头吗？而张沐雨自然是不信的，翻了个好看的白眼，轻轻哼了一声，便独自瞧着平静的水面，独自发呆。反倒是一旁的那对父女都好笑的侧过头看了一眼，不过却也没有说什么。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
天空中传来嗡鸣声。反了，反了！你们是想干什么？想要发动政变吗？白将军，此事与你无关，我是为他们而来。说着，他指了指刀三等人，是冲我来的，抱歉。多大点事？且看看这些小家伙想要做什么。擅自调动军队，李武，谁给你的胆子？顿了顿，他环视了一圈荷枪实弹的士兵和重装坦克，神色间愤怒之色更重。我是陆军上将白天，你们立刻返回军区，一人记1次警告处分。哇塞，你爸爸还是上将啊，好厉害！你不怕的嘛？话说，他们为什么要找你们麻烦？不知道呀，不过我不怕，有我哥在。不必理会他，我说了，此事与你无关，我背后是谁，你自己清楚。怎么，你擅自调动军队，元帅知道吗？我现在就汇报元帅。备战，解除枪械保险，给我将他们几个抓回去。抱歉，可以先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抓我们吗？另外，请你们先放下枪械。说着，刀三轻轻打了个响指，话音落下，那些士兵手中的步枪都是微微一颤，随即在无数士兵震惊的目光中，分解成一块一块的零件，枪械崩碎如雨，零件齐齐落地，发出巨大响声。代号天灾的刀三现在还在京城吗？我打算现在去拜访他。回大人的话，根据信息显示，天灾刀三于1个小时前去往观月湖，如今大概还在观月湖。备车。总司长，不好了！什么事如此惊慌？说说吧，白虎，发生什么了？陆军中将李武私自调遣步兵师、装甲师以及18架武装直升机。就这点事情，有什么惊慌的？他还能拿这些部队去打皇宫不成？倒是没去打皇宫，但是他把部队带去观月湖了，去找天灾的麻烦去了。怎么不早说？走走走，速去观月湖。不是您让我波澜不惊的吗？观月湖，死寂无声。李武忍不住倒退了2步，惊骇莫名地看着这个少年，背脊发寒。一个响指，一句缴械，便让这里数千名士兵手中枪械自行解体。这还是人吗？这又是什么境界？你哥哥好厉害！你之前说你一剑杀死了横断山脉的所有妖兽，真的假的？真的呀，我哥肯定厉害呀！我老哥是我见过最厉害的人了，当世最强仙人，那个天蓬元帅除外。烟雨知道刀三很厉害，但并不认为能比那位号称最强仙的8阶要厉害。敢问阁下何人？我是大夏陆军中将，也是当今陆军元帅的门生。我吗？你不需要知道是谁，反而我想知道你找沐雨做什么。这个女人杀了我的亲弟弟和我亲儿子，我此来是为报仇。阁下若是行我一个方便，我自当感激不尽。若是阁下愿意将那张沐雨交给我，您将获得我和我老师的友谊，将获得大夏陆军的友谊。沐雨杀你亲人，自然有道理，但他做的还不够好。除恶务尽，斩草除根，这是很浅显的道理。我打不过。你可以和我说，我替你斩草除根。你也一样，以后如果得罪了人，要下杀手，就告诉哥哥，你打不过，有我在。京城陆军总军区。他娘的，谁敢动老子的人？李武那臭小子也是，弟弟被杀，儿子都死了，老子还不给他撑腰吗？你一张调令，就说这次军队在观月湖的行动是我批准的，你好好给我，老子亲自去一趟观月湖，给李武撑腰。此时观月湖，李武在得到副官的一个肯定答复后，态度忽然强硬了起来。阁下既然执意要和我作对，那就莫要怪我不客气了。说着，他做了一个手势。下一刻，坦克调转炮筒，对准了这一处观景台，甚至天穹上厚重的云层都在莫名的能量威压下散去，有3个紫色光点浮现，即便是白昼也能清晰瞧见。其余观景台上有见多识广的游客倒吸了一口凉气，那是超级战舰上搭载着的超巨能重炮的光辉。超巨能重炮曾经活生生的打死了一位人仙。李武，你疯了！准备，停手！总司长，你也要拦我？小友，你让老夫来拜访你，老夫这便就来了。有人倒吸了一口凉气，这位总司长是来拜访那个少年的。这些士兵都是陷入骚乱，就连李武、白天2位中将和上将的脸上也浮现出震惊之色。这个少年到底是什么来头？让整个大夏联邦监察司的总司长来拜访，李武心头升腾起了不好的预感。老爸，那个人到底是谁？白天凝重地摇了摇头，心头有预感，今天或许要发生大事，不，已经发生大事了。时空震荡，刀三从神话洪荒归来。来，猴子，张嘴，给你吃个包子。过去。猴子说话了，你是妖怪。俺老子被弑捐图报。观月湖，李武是老子罩着的，他要杀的人就是老子要杀的人。老小子，你有意见？我没意见，只是元帅，你要不要回头看一下？你这老家伙，怎么
杀李武家人的事你自知不成？不是。既然不是，那你在这里待着做什么？陆军元帅下意识地朝着一旁瞧去，看到了几张熟悉的面孔，他沉默了。老爸，他们不会有事吧？元帅最是护短，李武又是他的门生，这几位恐怕都要遭劫了。没想到先是军方将军，然后是总司长，最后居然引来了陆军元帅，那几个人要遭殃了。元帅，就是那几个人，那个站在最中间的少年，宁似修为不俗。混账东西，谁让你擅自调动军队，调动超级战舰的？谁给你的胆子？老爸，这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邪影、烟瘾，真是缘分呐！咱们又在这里相见。你是不是学过变脸？学过，我曾经专门去天府行省学过变脸这门古技艺。岸边瘫在地上的李武彻底绝望，他深知道自家元帅的秉性，最是火爆，而如今面对那个少女，可以说带着一些嘲讽的话语，却坦然接受。这背后的含义，自己惹上真正的大人物了，被当作弃子了。李武闭上了眼睛。那个李武是你的属下吧？是我的，是我的，擅自调军，当处以叛国罪，格杀勿论。大夏联邦京城监察总司。好了，有什么事情就快说吧，我原计划2个月前就要离开京城的。小友，我也不敢奢求你加入监察司，不过可愿意挂职，只享受权利，没有义务。这样一来，至少平时会省去许多麻烦。随你，我等会和小陆九要回朗哪市了。我妹妹留在京城，我不希望她遇见任何麻烦。这是自然。再有2天，烟雨就入学京城大学了，那可是咱大夏最好的大学。山，那就这样吧，我得回琅琊市了。刀三脚步忽然一顿，他感受到自己心灵大海中那口静静沉浮其中的残破清平剑在震动，没有任何来由的震动，不同寻常。你是谁？你不认识我吗？我不认识你，你认识我吗？可以告诉我是谁吗？我只记得我自己的名字，还有这里又是哪儿？那你叫什么名字？我好像叫雨。刀三身子微微一颤，一旁的陆九也先是疑惑了一下，随即稚嫩的小手捂住嘴巴，险些惊呼出声。神话时代，三清分居于3天，其中上清灵宝天尊截教教主通天，居于玉雏天，而通天的人间化身亦是唤作羽鱼道人。莫非陆九被脊骨有些发寒？不会吧，那可是一位神话圣人。刀三的目光锐利无比，抓住小乞儿的手，将自身神念探入其中。他看到了，看到恐怖天幕，看到世界衰败，看到无数大宇宙在破灭，亦是看到了镇压在小乞儿心灵大海之上的一枚澄澈玉蝶。他认得那是造化玉蝶。造化玉蝶发光，恐怖光辉几乎将刀三的精神给撕裂。他连忙退出小乞儿的心灵大海，先是震惊，随即震怒。已经可以确定，小乞儿羽雏便是通天，或者说是通天陨落后的归来身。神话圣人是可以陨落的，但绝不会死亡，因为他们哪怕陨落，也注定会在无尽岁月后归来，这是必然，没有任何人、任何生灵可以篡改。如此看来，通天是陨落了一次的，大概率是在8界口中的伐天之战。只是本来陨落的通天应该在此刻回归，但他的位格、修为乃至于记忆都被造化玉蝶给镇压。你愿意跟着我吗？直到你想起来自己是谁。可以，我感觉你很亲切，感觉我似乎有一点印象，你是我的老师。你还记得我当过你的老师吗？一旁的陆九呼吸急促了起来，脑子有些混乱，只有一个念头清晰无比：老师，当过灵宝天尊的老师。四舍五入一下，自己和三清同辈。雨，那你就先跟着我，你会想起来你是谁。对了，这个是陆九，也是我的学生。你好，师姐。京城一处豪华的房屋内，烟雨百无聊赖地躺在床上，怔怔出神。这座豪宅是那个陆军总元帅送给他的，老哥让他收下，他也便收下了。该去哪个学校好呢？奶茶，来。天生的天尊位格，奇迹，奇迹。是谁？你想要干啥？我告诉你，我可厉害了，我哥更厉害。本座乃古天天雷部正神之首，9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小姑娘，你是天生的天尊，生来便有神话大罗的位格，不若拜我为师，如何？那什么9天雷声？是9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哎呀呀，管他的！你是说你是神话人物？你有天蓬元帅厉害吗？在小烟雨心里，一直认为天蓬元帅就真的是当世最强仙。吾于西游大劫后正神话大罗，而那净坛佛不过是个太乙金仙，和吾之差距胜过天地。那你为啥收我做徒弟？你那么厉害，还缺徒弟吗？本座说了，倚天尊很吓人，生而便是神话大罗的位格。如今乱世将至，本座就问你，想不想保护你哥哥？自然是想。怎么，你可以让我变得比我哥还厉害吗？轻而易举，吾从封神大劫中走出，与古天庭人雷部之高神，更是上清灵宝大天尊门下弟子，为截教3代传人。你若愿做我弟子，超越你那人仙哥哥，轻而易举。
时空震荡，刀三从神话洪荒归来。2个月不见，你孩子都这么大了。这2个是我学生，你可不要乱说，当心祸从口出。得了吧，还祸从口出？你说你从京城回来，怎么也不见给我带点土特产啥的？来，孩子们叫叔叔，叔叔等会给你们买棒棒糖。还土特产，你也配被逗弄我学生了？他俩随便一个，比你老祖宗还年长。你这家伙怎么说的越来越玄乎了？行了，我带你去琅琊市新开的一家馆子，那餐馆叫做玉虚小宫，味道可是真绝了。好，那就去那什么玉虚小宫吃饭。而与此同时，玉虚小宫的顶楼，大猴子，我们真的有救了吗？我弟弟应该已经死了。这件事情是俺老孙的错，我没想到那些家伙为了杀俺，居然都提前回归。我不怪你，我只想要报仇。要是俺老孙全盛时期，杀他们一棒子足矣。行了，大猴子，你就别吹牛了，这2个月天天吹牛。大圣爷，真的是您这是发生了什么？我还说这玉虚小宫是谁建的呢？原来是你这条狗哮天犬！你家主人呢？只有我自己归来了，我家真君还无法回归，大概要等到第3次神话复苏去了。您这到底是怎么了？俺老孙强行归来，本来是没什么的，只是没想到祖先和地藏那2个龟孙也强行归来，把我给阴了。先不说这个，这玉虚小宫只有你一个，杨戬既然未曾归来，那玉虚宫的那些2代天尊们呢？也没有归来，否则我这就不叫玉虚小宫，直接叫玉虚宫了。老猴子，你真的是大人物！骗你做什么？俺老孙当初一杆铁棒，可是砸蒙了半个须弥山。这还得留在你这，我先跑。祖先和地藏王都还寻找我的踪迹，既然这里只有你一个人，那便算了。他原本以为玉虚小宫会有玉虚门下天尊，便跑来了，结果没想到只有一头哮天犬。大圣爷，您的状况可不好，在我这里躲一躲吧。罢了，八戒那小子不是挺滋润的吗？俺找他去。可是大圣爷，您如今的状况不养好伤，一身修为恐怕所剩无几。净坛佛又是在京城，离此地遥远。他能看出来，大圣爷如今受到大道伤，若不痊愈，恐怕和一头普通猴子没什么两样。撑死了也就有个无双巨力，不灭金身，可法力神通是半点都发挥不出来。行了，你这条小狗还来操心起我了。走了，你且在这里好好待着。你弟弟的事情不用太伤心，等俺老孙复原，将他复生就是。大猴子，小心！这便是玉虚小公关了。说实话，我也没来吃过，不过这家酒楼是整个琅琊市最贵的了。刀三轻轻笑了笑，没有直接应声，只是神色略微幽深了起来。他感觉到了牢里之前那个天命之子的气息。行，既然是琅琊市最贵的酒楼，那我可要好好的宰你一顿，吃大货。随便吃，能吃垮我算你输。你先回去，我们吃完饭了我再喊你。司机点点头，犹豫了一下，还是开口。可是董事长，董事会那边有什么事情，等我回头再说。是董事长。是遇到什么麻烦了？有麻烦就告诉我。没什么大事，闲话少叙，我先带你去瞧瞧这新开的琅琊第1酒楼。陆先生，您预定的广城包间有人了，隔壁的太乙包间可好？怎么，你们玉虚小宫就是这样待客人的？广城包间的客人是陆氏财团的，小店实在招惹不起。刀三闻言微微一愣，老陆自己不就是陆氏财团的掌门人吗？联想到方才那个司机的话，他心下了然，看来陆氏财团内部出了问题。他们可知道这包间是我订的？就是知道后，他们才强要的，我们也没有办法。这样吧，陆先生，我去给领导申请您免单。不必了，太乙包间就太乙包间吧。老陆，如今你今非昔比，但我也不同3年前了。真有什么事情，告诉我，我来解决。放心吧，老李，我自己能处理的。他还记得当时监察总司的大执法白虎对刀三低头的场景，但是陆月笙却并不想要将这件事情牵扯到刀三。毕竟真要说起来，那大执法白虎虽然权势很重，但说到底也只是炼虚合道的大能，放在第2次神话复苏前是很了不得，可放到现在，老师，我一进来就在想，觉得玉虚小宫这个名字很熟悉，可具体我却怎么也想不起来。没事，好好想，慢慢想，等你想起来，你就天下无敌了。这孩子还失忆了，要不要我安排几个医生？陆氏财团在医学方面也颇有建树。不必，我不是和你说了吗？鱼比你老祖宗还要年长。你说这些仙阿佛啊的，这般大规模降临，我看要不了多久世道就要乱了。这些仙佛若是不加约束，人间要有大祸，不过也没有人能约束的了。怎么？你的麻烦和仙佛有关系？你别问了，你帮不上忙的，我自己也能处理。你还不相信我老陆吗？我帮得上忙？你帮不上。我真的帮得上。行，你帮得上。那老李，你帮我约束这些仙佛怎么样？
刀三认真的思索了片刻，看着最红了脸的陆月笙，轻轻点头。好，我帮你这个忙。三位意欲何为？哦，听闻董事长就在隔壁，老夫不该来看看吗？原来是在会友啊，还有2个小娃了。既然知道我在会友，那3位董事还不速速离去？怎么，董事长这般着急？看来那少年和你关系匪浅啊。断了，只是给陆董事长一个忠告：急流勇退有时候是一件好事，莫要因为自身倔强害了身边人。这位，你是在威胁我吗？威胁你？你是哪里来的小毛孩？不过倒是被这娃娃说对了，我们是在威胁，但威胁的是陆月笙。阁下是何人？我吗？刀三、老陆，这2个人要我也帮你杀了吗？不必害怕麻烦，我会替你肃清一切。过后我也会聚集天下仙佛，为约束他们的，放心。原来是监察总司的刀副总司长，方才是我们的过错，还望刀副总司长见谅。不过这是我们陆氏财团自己的事情，您就不要插手了吧。话音落下，脑袋有些混乱的陆月笙瞪大了眼睛，啥玩意？你他囊藏的可真深呐，一声不响就成大人物了。哦，你说副总司长啊，只是挂名，算不得什么。老陆是我兄弟，他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刀副总司长，我们敬你，但不代表怕你。陆氏财团和大夏高层是平等对话的。陆月笙咽了口唾沫，哦豁，又死了一个董事，剩下一个老人也晋升了，额头上满是大汗。他不明白，这个监察总司的副总司长就不怕的吗？就一点也不顾及后果的吗？怎么敢就这样出手？我挺好奇的，人活着不好吗？你们先抢走老陆定的包间，又来找麻烦，怎么想的呢？老者咬了咬牙，不敢说话。他心里却是在叫骂，谁知道能遇到你这个疯子，一言不合就杀人。我挺好奇，你看起来虽然惊慌，但是胸有成竹，怎么还有什么底牌吗？副总司长，我们能有什么底牌？只是和京城的大执政关系不错，同时我们背后站着一位。时空震荡，刀三从神话洪荒归来，我上去就是一闷棍。地藏脱险！你这套泼猴，乖乖被打死多好！或者当初你若是臣服，也没有后面那么多事情了。我佛弥勒给你开出的条件可不一般，你那师弟八戒从净坛佛降为净坛使者，故此不臣服，还能理解。你若转头，我佛弥勒可是愿意让你从斗战胜佛之位升至齐天大佛之位啊，为何不臣服呢？我要给俺老孙在这里做出一副北冥莲西状，老子若是无伤，杀你只需一闷棍。你这泼猴，若非归来是我佛弥勒的旨意，最好让你臣服，不然吾早就将你打死。你说你释迦如来不敌我佛，灵山都蒙他，你为何还要待在灵山一脉？回降须弥山哪里不好？你们不懂，观音待我很好，他对我好，我就不负他。说着，他又在心里默默地补充了一句：那位大人失踪前，让自己去做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在灵山好好待着，以后静待通知。那他便就要在灵山好好待着，哪怕是死。观音嘛，说起来，你可知道当初观音假意投降，结果暗中护你和唐玄奘脱逃后，受到了什么惩罚吗？什么惩罚？他在灵山崩塌前，被钉在灵山之上3万次灵之刑，然后如你一般被我佛弥勒亲手杀死。他要是敢和你一样在这个时代复活归来，亦将满身天意杀机，修为前无，然后被真正杀死。还有那金身罗汉杀悟净，那家伙当时怎么也不肯说出你的下落，世间刑法84000种都尝了一遍，最后亦是被我佛弥勒亲自杀死。他不像你和观音是神话大罗，哪怕被抹除了存在根本，也依旧可以在这个奇妙的时代复活一次。他是真死了哦。孙悟空心头知晓，这2个大菩萨所言为真。这个时代很奇妙，在神话洪荒被彻底抹除印记、彻底灭杀的神话境都可以复活一次。位置神话境者若是曾在神话洪荒死去，也可以于这个时代复活一次。可若没达到神话境的生灵被天意、被神话圣人亲手杀死，那就真的死了。大师兄，师傅被妖怪抓走了。大师兄，二师兄被妖怪抓走了。大师兄，师傅和二师兄被妖怪抓走了。大师兄，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好王，想看看你这么个齐天大圣绝望痛苦的样子，吾还从来没有见过。当初西行，你有那神秘大人物护持，横行无忌，给过我一棍子，更杀了我坐骑6牙白象。如今看到你绝望，我亦开怀。不过我那被你打死的6牙白象可以在这个时代复活，你那杀师弟可就不行了。我要打死你们！
你若全盛时期，吾还要退避，可救现在的你。所以你到底臣服与否？若是不，吾好现在将你彻底灭杀。我老师曾经赐予我一种体魄，叫黄骨圣体。我曾修炼至大成，如今我状态很差，动用黄骨圣体也打不死你们，但可以让你们重创。我上去就是一闷棍。泼猴真以为自己是齐天大圣了吗？跪下！俺老子绝不跪着死。哪来的宵小，敢在这里放肆？是您吗？他有些语无伦次，浑身上下止不住的站立。哮天犬曾跟在杨戬身旁，见过刀三一次。我说这玉虚小公是谁见的呢？原来是你这条小狗。刀三将目光投向一旁的张栋真，他上下打量着这个11、12岁大小的少年，眼中满意之色更甚。的确是一个天命之子。等到洞察他未来命运后，就可以着手更改，获取天机。你叫什么名字？多大了？大人，我叫张栋真，今年10岁了。好名字。张栋真心头一动，根据身旁这位神话人物的反应就可以猜出来，眼前这个青年是一个神话时代的滔天大人物，而且看起来和身旁这位唤作哮天犬的神话人物不是敌对关系。想到这里，没有丝毫犹豫的张栋真扑通一下跪在了地上。大人，我知道您一定是了不得的大人物，我想求您救救大猴子。大猴子？什么大猴子？时空震荡，刀三从神话洪荒归来。老师，你说我们去哪里呀？去见几位大前辈，等会你可要真正恭敬，他们都是远胜过为师的存在。老师，你不是什么神话大罗吗？为师的确是雷部至高神，也是雷部唯一神话大罗，但那几位我都要喊一声师伯。那3位师伯，你要叫师叔祖，到时候态度一定要好些。等你和那3位熟络一些了，你可以将你哥带过去。带我哥去干啥啊？你那兄长能在这个年纪成为人仙，资质很不俗，说不定倒是能入3位师伯的法眼呢。事实上，若不是认你做了我关门弟子，你那兄长我也是想要一并收入门下的。成，到时候我一定说讨喜话，保证让3位师叔祖开开心心。他心里算盘打得很响，和3位师叔祖关系处好了过后，再把老哥介绍过去，给老哥也找一个大靠山。那时候老哥一定会夸自己的吧。泼猴，今日便将你超度。我佛弥勒有说，若你不臣服，便以此钵盂将你存在根本抹除。从此往前，从前到后，世间就再无齐天大圣。泼猴，当初你仗着背后有人撑腰，将6耳猕猴打死后，还来本尊地藏殿大闹一场。那时候你可想到会有今天？2位大菩萨，贫道张道陵见过2位大菩萨。张道陵原本是来此清修，怎么也没想到会遇见这样一幕。本来他打算装管作哑，可是实在有些看不下去了。哦，张道陵，你是古天庭的小天师。小道的确有个天师之位。2位大菩萨，得饶人处且饶人，要不还是给大圣爷一个痛快吧。猴子艰难地抬起眼睑，看了一眼张道陵，眼中闪过一丝感激。倒是没想到你这个太乙金仙境的小道士，居然能这么快复苏到真仙境界。经历第2次神话复苏后，本就复苏至天仙巅峰的张道陵更进了一步，迈入了真仙境。至少在此时此刻，他的境界是和才归来的普贤、地藏相差仿佛的。也罢，普贤直接将这泼猴镇杀了吧。他们倒不是怕了张道陵，毕竟全盛时期也才是太乙金仙罢了，仙境和神话境可是一个天一个地。只不过，既然那张道陵能这么快复苏至真仙程度，在当下倒也勉强算是最顶尖战力了，没必要交恶。孙悟空，今日无赦你死罪。停止！老师，地藏王大菩萨和文殊大菩萨心头同时一惊，瞳孔猛然收缩。这钵盂可是弥勒古佛赐予的真佛至宝，其中更是蕴含了一记可以彻底杀死神话大罗的天雷。而如今那道击打出去的天雷，却在他们眼前被凝滞。2尊大菩萨看向天边那个少年，只觉得有寒意席卷了上来。是谁？看起来明明只有地仙的气息啊！一旁的张道陵则是神色古怪了起来，默不作声的后退了一步。这位前辈来了，有好戏看喽！阁下何人？吾奉弥勒古佛法旨，特于此刻镇杀此猴。阁下为何出手阻拦？未须弥山普贤大菩萨，阁下可通姓名？悟空，怎得闹成了这般模样？真的是您吗？您回来了吗？是我回来了。好一个弥勒佛！老师，小心！刀三背后，地藏王和普贤已然酝酿完毕了，紫色天雷浩荡而出，空间被劈斩碎裂，时空晃荡不休。但是2尊大菩萨脸上却都是惊恐之色。他们听到了孙悟空的那一声呼喊，地藏王大菩萨头皮猛地一炸，老师！眼前的少年是那个传说中的道尊。普贤一时倒吸了一口凉气，被脊骨发寒，剧烈震荡。不过那又如何？这一次，他们将钵盂中储存的所有天雷倾泻而出，堪比天意一击。道尊又如何？我也能杀！死来！那道天雷
狠狠地朝着刀三劈斩了下来。灭世一般的恐怖气息席卷八方，一些山峰都在那气息的波及下崩塌成粉尘。刀三汗毛微微一炸，但并不惊慌，而是调动自身的古老者位格，对天地苍穹下达旨意：停止！天雷微微一颤，但这一次却并没有凝滞，依旧在劈斩而来。刀三皱了皱眉头，十方天地护佑我身，百万仙光浇筑成铜铁，富裕无缺。他冷静地下达到又一道法旨，强化自己躯壳，打算以重伤甚至只是轻伤为代价，硬抗下这一道天意之雷，不是什么大事。老师小心！这个孩子毫不犹豫地挡在了刀三的面前。下一秒，天意之雷狠狠地劈在了羽雏的身躯上，一声轻响，天意之雷缓缓地、慢慢地消融在虚空中，羽须毫发无伤。假的，他一个人硬抗到天意之雷，毫发无伤，怎么可能？刀三没有去管众人的反应，只是揉了揉小羽雏的脑袋，随即又蹲下，仔细研究悟空身上的天意杀机。很麻烦，我现在修为才恢复至地仙7重天。皱了皱眉头，刀三看都没去看两个浑身战栗的大菩萨，而是对着雨温和开口：挤一滴水出来。是，老师。这一滴水看起来普普通通，被刀三托在手掌心，看起来没有什么特别。而当他将这一滴水抛向悟空的时候，悟空身上缠绕着的天意杀机，如同夏日冬雪一般杀那颜容，一丝不剩。俺老孙回来了！跑，快跑！地藏王大菩萨色变，低吼一声，连同普贤大菩萨一起疯狂逃窜。你自己的仇，你自己来报！回来！正在疯狂逃窜的地藏、普贤只觉得有莫名的力量将自身包裹，下一刻，他们眼前一花，又出现在了原地。道尊饶命！我上去就是一闷棍，护境没了。你才恢复至真仙巅峰，上木无法斩灭神话大罗根本，这一次我替你斩。说着，他手中浮现出吞天魔冠。陆氏财团，小九啊，你真能打仙人啊！没啥问题。陆月笙张了张嘴巴，只有苦笑。他不相信陆九，但他相信刀三。轻轻吐出一口浊气，陆月笙凝视着陆氏财团大楼，眼中闪过一丝狠意。董事长，您来陆氏财团有何贵干？怎么，我作为董事长，连财团大楼都不能来了？可以倒是可以，董事长你只要听话，去哪里都可以。但要是不听话，他是坏人吗？是个坏人。老师让我帮你宰掉那尊仙，重掌陆氏财团，还请你快些。陆月笙张大嘴巴，目光有些茫然。方才被小陆九一指头放倒的是陆氏财团武装部门的部长，一位炼虚河道的大修士。现在立刻召开董事大会，让6位董事都来见我。顶层为数不多的人都面面相觑。6位，不是9位董事吗？咽了口唾沫，直觉告诉他们要变天了。6位董事同时收到了陆月笙要召开董事会议的事情，他们共聚一地。我们的董事长是打算造反吗？看来是这样的，我这里收到情报，陆月笙似乎和一位大人物扯上联系，超级战舰损毁，陆天他们3个被杀了。其余几位董事神色微微一变，但随即都挥煞了正常。和大人物扯上联系，那又如何？有他们背后的那位大吗？而此时，一个青年缓缓踱步走了进来，神色淡然。见过大人，换我来，所为何事？回大人的话，不愿服从您的那个陆月笙，似乎找到了什么靠山，召开董事会，想要对我们动手。那本座便陪你们去一趟，正好将这些杂事一并处理了。 6位董事对视了一眼，这位愿意出手陆月笙完了。他们可是知道，这位虽然是才归来的仙，可是境界却已然是传说中的真仙巅峰，要远胜过那位威名很盛的天蓬元帅。等会6个董事要来，他们都不是好人。不过那个仙人也可能要来。爹，没事，我等会替你杀了他。对了，你知道那个仙叫什么吗？知道，好像是叫什么白泽。对，就是这个名字。那个叫白泽的仙强大的过分，是第2次神话复苏时降临的，据说是一位真仙。小九瞪大了眼睛，小嘴微微张着。怎么，你莫非认识那位仙？打得过吗？他是我老爹的手下。陆月笙瞪大了眼睛，还想要说些什么的时候，陆九忽然色变，猛然起身。怎么了？没事，又有2个神话被彻底抹除了啊！董事长，6位董事到了。正在给小烟雨讲道的文仲神色巨变，猛然起身。师父，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了？地藏王大菩萨还有普贤大菩萨被抹杀了。说着，他狠狠地打了个哆嗦。普贤大菩萨是原本灵山的4方菩萨之一，本身就极强，而那位地藏王更是不得了，可以说是4方菩萨中的最强者，号称最接近神话准圣的存在。可如今，在当下这个时代，这2位都死了，还是彻底死亡。文仲不可抑制地站立了起来。佛门4方菩萨，除了观音，全部死绝了。老师，地藏王和普贤是谁？
很厉害吗？杀掉他们的又有多厉害？烟雨，老师已经给你讲了修行境界，2位都是神话大罗，其中还有1位半步准圣。烟雨瞪大了眼睛，心头也是一惊，有些语无伦次。神话大罗，那样的人物也能被杀死吗？这才是为师最震撼的，同时抹杀2位神话大罗，这代表此时蓝星有1位归来的古老者，而且还是古老者中的顶尖存在，定然不会是须弥山的人，那么是来自灵山、古天庭还是太白天庭？师父，这就是你说的乱世之象吗？那样强大厉害的人物都被杀死，如果杀死2尊神话的人，对我和哥哥出手的话，烟雨，你是天生具备天尊位格的人，未来很有可能成为神话准圣，成为古老者，特别是在这个时代，既然有志强者已经强行回归，烟雨，接下来你要隐藏好自己天尊位格的事情，记住，你只是进道之体，否则……师父，我懂的。你懂就好。还有之后的事情最好都不要告诉你哥，除非3位师叔祖愿意收他为徒。你哥虽然天资也不凡，在这个时代靠自己成为人仙，但终究不够看。等到第3次神话复苏，绝大部分神话大罗和神话准圣都要归来了。我都知道，不告诉老哥是为了保护他，我会努力变强的。他已经做好了打算，以最快的速度变得强大起来，才能更好的保护哥哥。怎么，既知无为白泽，为何不惊慌？还是说你也是妖天庭之人？不愧是白泽叔叔，依旧如同过往一般智谋无双。你到底是谁？白泽叔叔，连我都不认识了吗？金屋檐，九殿下，是你？白泽叔叔，是我，我也在这个时代复苏，还遇见了。可惜了，九殿下，我是白泽，但已经不是妖天庭的白泽了。樱花联邦国都大天皇宫，吾为太白天庭托塔天王李靖，今向众生宣告，太白天庭重临。说着，他伸出一只手指，将樱花联邦的大天皇点杀当场。尔等且随吾去迎吾太白天庭3御之一大帝真武。奉白帝令，吾于樱花联邦立太白天庭，1年后漫天仙佛当归，3年后白帝。同样的一幕在天鹰联邦、北境联邦同时上演。吾为古天庭中天子为斐济大帝，今日于此重立古天庭，天鹰联邦当奉古天庭为至上。吾为灵山燃灯古佛，今于此北境联邦重立佛门灵山，凡心常住，皆合我灵山为金刚，正我汉。而与此同时，大夏联邦皇城，陛下，不好了，不好了！何事惊慌至此？有一个自称是须弥山定光欢喜佛的人要见你。吾为须弥山定光欢喜佛，今日奉弥勒古佛法旨，于此人间重立须弥山。净坛使者，好久不见！老子是灵山净坛佛，不是你须弥山的净坛使者。你个3姓家奴，给老子爬开！怎么，净坛使者要阻拦我不成？真要撕破脸，和我须弥山为敌吗？滚犊子！你们都派文书那狗东西来杀老子了，不早就撕破脸了。那大夏皇帝，我且问你，让不让须弥山立于此？朕不喜欢须弥山。好一个大夏联邦！这位欢喜佛，真的大夏皇宫是你说来就能来，说走就能走的吗？那皇帝，你以为有净坛使者在，便可以为所欲为？不是天蓬要杀你，是朕要杀你。八戒瞳孔猛然收缩，这位疑似上古某位人皇的大夏皇帝，是不打算藏了吗？白泽叔叔，你是什么意思？白泽大人的意思很明显了呀，你可不是他的九殿下了哟。聒噪，九殿下，不好意思，吾反了。白泽，父皇和大伯当初待你可不薄。吾知道，所以吾也不希望您出现在这里。可是您出现了，吾看到了，就只能将您抓起来了。白泽，放肆！天外一战。哼！2个人影消失不见。陆月笙呆呆地坐在椅子上，半晌，他反应了过来，脸色百变。陆月笙拔了个电话出去：“喂，老刀马，出事了，你快回来！”我不明白，即使你不再从属妖天庭，不再听命于我父亲大伯，可你为什么要对我出手了？各位旗主罢了，我曾为妖天庭妖圣时，事事亲为，绝不懈怠。如今既投二主，亦是如此。如果可以的话，我其实是不想对你出手，毕竟我曾看着你长大。当时你被后羿射杀时，我也曾心疼。可以告诉我，你现在是奉谁为主吗？吾主是天地至高，是人间不二，是天上天下的最明亮之日月，是红尘劫难中唯一的救赎。所以，白泽，你到底现在奉谁为主？吾主还能是谁？当然是洪荒、天地、万物、寰宇、九殿下、降服，或者吾将你打死，做出你的抉择。白泽叔叔，我方才说了，我于当下世代复苏归来，还遇到了一个人，
你知道我遇见了谁吗？神，不过是谁都无用了，除非是太乙和帝君，否则你今日都难逃一死。见过老师。神，是你孙爷爷。孙悟空，孙悟空就是你的底牌吗？我不是说了吗？我的底牌是我的老师啊。白泽瞳孔猛然收缩，九殿下的老师，洪荒中最为神秘的道尊。你且说说，你奉了谁为主？至高寰宇，洪荒天地，莫非是神化天道？神化天道，他也配？吾知道，吾不是你的对手，你大可将吾打杀，吾主会让吾复活。好，随你所愿。既然求死，何必逃？吞天魔冠中的大罗本源，亦是再添一枚，还差7枚。按照的预估，10枚大罗本源，再加上至多3枚古老者本源，就足够他从准圣巅峰破开极限，一跃成为天意。洪荒神仙大批归来，占领蓝星各个国家。陆九，你且带我去一趟京城，去见大夏皇帝，告诉他我要在人间立道功。如今这个时代，仙佛归来，大部分仙佛都不入世，但也有小部分性格恶劣的仙佛。如同陆月笙所言，若是不加以约束，或许蓝星很多平民要遭灾。刀三打算立一条法，立一个规则，约束归来仙佛。是，老师，我这便去京城传明法，立道功。老师，道功的名字叫什么？天命。见过大人。好磅礴的天地气运，甚至夹杂着神话气运。这说明这个张栋真不单单是蓝星的一位天命之子，甚至在神话复苏的进程中都担当着重要角色。张栋真，你可愿意修行？自然愿意。那你可愿意拜悟空为师，为我天命宫门下3代弟子？我愿意。孙悟空明白，老师这句话一出，便意味着真正认可了自己，自己不再是记名弟子，他不能叫老师了，要叫师傅了。若入天命宫嫡系一脉，将再不可入灵山、须弥、古天庭及太白天庭这4方势力，你可还愿入天命宫嫡系？愿意。好。刀三眼中那张栋真原本清晰可见的未来走势一下子浑浑噩噩了起来，而大量的天机也在此刻被他攥取，感受着体内多出来的18分天机。刀三脸上浮现出欣喜之色。篡改天命之子的既定命运，从来不是多么困难，有时候或许只是一次抉择，命运就彻底改变。悟空，今日起，你即真正入我门下，亦不可再算作灵山之人，你可知晓？弟子明白。善，虽然悟空才是你的师傅，但我作为你的师祖，也传你一门法。这门法，吾偶然得知，其名为他化自在天宫。谢师祖赐法。善，大事复苏，吾在此你天人之躯，欲出取一滴水来。洞真，你既有修为，又得神通，那吾便要你去做一件事，算是试炼。但凭师祖吩咐，我要你杀生，去杀一个人，他唤作陆月。陆月当初推小妹去送死这件事情，刀三可是记得清楚，正好拿给洞真练手。大事将临，不见水，不杀生，如何在大事中求活？京城皇宫，大夏境内不许传教，不许任何神话势力存在。传朕旨意，将那些降临于朕大夏境内、占据一城一地的仙佛来皇宫领罪受法，否则杀无赦。陛下，据统计，我大夏境内占据城市的仙佛有38尊，其中6尊天仙，10尊地仙，余下皆为人仙。如今以我大夏国力，暂时无法和如此多仙佛抗衡。朕方才所斩的定光欢喜佛，便是一位天仙。陛下天威解荡，可若是那些乱仙乱佛，不与您正面对抗，而是对平民下手。朕心里有数，你们只需要传达旨意即可。大夏境内仙佛皆要登记在册，无一例外。朝臣们面面相觑，仙佛都要登记在册，这怎么可能？他们虽然觉得有些离谱，但都不敢违逆，于是皆拜身而下。谁也搞不懂这位老皇帝到底在想什么，到底想干什么。而八戒心头却是忽然震动，仙佛必须登记在册，这位不会是想要如同当初那个末代人皇一般，做人道统天的事情吧？末代人皇，或者说第9位人皇，便是除开3皇5帝外的唯一一个人皇，其余的哪怕是大周朝的姬发，都只能叫做人王。朕的大夏可不像是其余3个大国，要在仙佛面前卑躬屈膝，朕要仙佛在朕的面前卑躬屈膝。说着，他起身，恐怖威道，知识横压全场，甚至就连旁听的八戒都感到有些呼吸不畅。大事将临，仙佛归来，但朕要人间依旧是朕的人间，而非仙佛的人间。朝臣震动，这些站在整个大夏联邦最顶层的大人物们仰望着老皇帝，都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陛下，好大的野心！传道尊法旨，道尊当于大夏境内立道瓜，先人间仙境，特命夏皇奉仙金神铁各万斤，以铸造天命宫。话音落下，一些朝臣都目瞪口呆。陛下可是才说了，
大夏境内不许任何神话势力存在，这就有人来触眉头了。道尊，那是什么仙？但不管是什么仙，恐怕会被陛下杀鸡儆猴吧。就在朝臣心头思忖的时候，那位端坐在皇座上的大夏皇帝猛然起身，一开口便是洪钟大吕。朕领旨。整个皇宫大殿一片死寂，无数朝臣都瞪大了双眼。领旨，领旨！皇帝冲着陆九轻轻一拜，执的是弟子礼。只是拜的并非是陆九，而是那位并未亲临的道尊。他心头默念：老师，朕如今还没脸皮去坦白身份，等连再以人道统天，奉老师为太上。神话本元气融入刀三身躯中，他的气机一点一点的拔高，地仙巅峰，天仙、真仙、玄仙，一直到当下时代的上限，暴涨的恐怖气机这才缓缓的停滞了下来。金仙境、十重天、大圆满，最后的9份天机意识纠缠在一起，于此刻缓缓投入玄妙之门。玄妙之门内传出一声闷响，虚幻经文钻入刀三的脑海中，一点一点凝实，海量信息汹涌澎湃。这是盘古开天经，张校长还在我这里待着呢，怎么张校长也要入我天命宫？前辈，小道确有此意。哦，你既愿入我天命宫，自然可以，不过既有师从了，你便是以客卿身份可知晓。能做客卿已经是天大的福缘了。公主，别叫这个，这称谓听起来怪怪的。大老爷，是这样的，我了解了一下四方势力降临蓝星的事情，发现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哦，你且说来听听。天庭有北极紫薇大帝这么一位国老者提前归来坐镇，太白天庭和灵山则是真武大帝与燃灯古佛。可须弥山刚才得来的消息，定国欢喜佛去到大夏皇宫，然后被夏皇一巴掌拍死了。那位夏皇似乎想要人道统天。这下刀三真的愣了一愣，人道统天，他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当年那个倔强的学生，想要为人族搏出一条通天路，最后还是失败了。偌大的皇朝二世而亡，就连他自身都受大道伤，即便自己将他从天帝手中救了下来，没多久也还是陨落。人道统天犯了忌讳，神话天道的忌讳。不过若是正儿于当下岁月归来，说不得还真有机会人道统天。等等，刀三心头微微一动，夏皇会是正儿吗？你是如何获得这等消息的？可靠吗？新闻联播应该可靠吧？我的妈，让仙佛登记在册就是人道统天，真的假的？我不关心这个什么人道统天，我只在想，陛下让那些占据城市自治的仙佛去领发疯了吧？我怀疑我们大夏要乱了，看看天鹰联邦他们，现在据说民众每天都能领取灵丹妙药，再看看我们，完了完了，那些仙神要是动怒，我们该怎么办？皇上，官方不是说了，陛下不是才亲手杀了一位佛吗？此时此刻，整个大环境都是在唱衰，认为夏皇简直疯了，居然去挑衅仙佛。也有不少人准备移民国外，还有部分行省甚至陷入小规模动乱。而与此同时，桐庐市端坐在市直正大楼的火德星君轻轻冷哼了一声，眼中爆发恐怖杀意。让我等去请罪！这个凡人皇帝好大的胆子！本座没记错的话，这个天龙行省中还有2位天仙吧？回上仙的话，顾寺和大红寺的确各自被一位天仙占据。你去一趟，就说我乃太白天庭的火德星君，问问他们打不打算合作。说着，火德星君眼中闪起金光。古氏和大红氏的天仙分别来自灵山和古天庭，但这个时候适当的放下彼此之间的怨仇也没什么问题。先了这个大夏再说。自己虽然从古天庭盼来了太白天庭，但好歹还有香火情，问题不大。小人这就去，这就去。师父，夏皇说最迟1周，仙金神铁就会送来。善，等到天命道宫铸造完成，我也要给蓝星仙佛约定了。可是师父，四方神话势力，其中3方都有古老者毅然强行归来。无碍，紫薇、真武和燃灯都知晓我，也都不敢违背我。唯一的麻烦是须弥山那个还未现身的古老者。是你们这群宵小，让一个天人伪装成孩童，杀我陆家人。小伙穿越洪荒归来，但蓝星神话神仙复苏，他铸造道宫，给神佛定下规矩。我陆家历经9次朝代变换，终于等到神话复苏，却有人欺负到了我们头上来了。太爷爷，老祖宗到底是哪位神仙？他见过那位老祖宗，神话复苏后变成光彩的形象，随后一直在陆家祠堂扫，从未出去过。我们陆家要比你们想象中尊贵，如今这些神话人物都是复苏归来，而我陆家老祖宗是一直从神话时代活过末法时代，再到现在。10岁的天人的确很了不得，可我倒要看看是你背后人厉害，还是我陆家老祖宗厉害。师祖让我杀陆月，一定是有原因的，你不妨问问陆月他自己做了什么。
你最近做了什么？得罪了什么人？我从来没有得罪过谁。我知道了，是不是李言语，还是他那个叫做李长安的哥哥？大胆，岂敢直呼师祖名讳？小月，和太爷爷说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你不必怕，不管是什么事情，老头子给你做主。我陆家蛰伏无数年，如今老祖宗醒来，本就该扬眉吐气，本就该飞扬跋扈。陆月沉默了片刻，将横断山脉中发生的事情叙述了一遍。遇到危险逃跑，人之常情，就这别敢来找麻烦。真当我陆家是软柿子了吗？我去见老祖宗，我陆家也该出事了。你放心吧，会给你报仇的。太爷爷说的对，我陆家本就该扬眉吐气，本就该飞扬跋扈。你天赋很不俗，10岁成天人，哪怕真正的神话岁月都罕见。可是很遗憾，你和你背后的人撞上了陆家。张栋真没有说话，只是沉默着，心头也有些焦急了起来。这个陆家似乎强大的有些过分了，师傅和师祖能应付得过来吗？陆家第44代子孙，见过老祖宗。事情我都知道了，你不是让影子去查了吗？影子是天仙境的傀儡，若他不敌，那再说吧。老祖宗，您让我们对照《山海经》，寻找白泽等大妖的踪迹，我们没有找到，也没查到关于进屋的消息。适度还没有复苏吗？老祖宗，要不咱们还是展露一些东西吧，这样在大夏获取一定权势，查那些也更容易。也罢，那就让陆家出事吧。正好不是有人欺压到陆家头上来了吗？影子若是处理不了，你便携这枚葫芦去，以此显陆家威名。老祖宗，这枚葫芦怎么用？若遇敌，只需对着葫芦念一句，请宝贝转身，自有飞刀斩仙人。我徒弟张栋真被你们抓了。没想到居然有2尊真仙，还有一个强行归来的神话大罗。但即便如此，还不配来招惹我陆家。一个隐世家族，神话复苏前就有人仙，是哪个神话人物的手笔？既知如此，还不上陆家请罪？放肆，岂敢对师尊无礼？陆家吗？陆家吗？本座亲自走一趟陆家。您便是要让我去将万金仙金神铁带去狼牙市？我能知道你到底是谁吗？我是谁重要吗？不重要吧。大夏38乱仙背后牵扯4方势力，须弥山就不说了，那古天庭、太白天庭和灵山可都有古老者降临，您不怕吗？怕，自然是怕的，但怕又如何？朕怕了，但朕不能退，毕竟若朕都退了，那我广袤人族岂不是要退到尘埃里去？俺老朱看得出来，您很不凡，恐怕是某一代人皇。是指您应该是认识道尊的，但上次道尊亲临皇宫打死文书，您却没有言明自己的身份，为什么？我曾对老师夸下豪言，若是不完成人道统天，我没脸和老师相认。八戒神色巨变，老师，人道统天？你是嬴政？还请净坛佛替我保密，我想要给老师一个惊喜，我要向老师证明，人道统天并非不可。说着，他身上缭绕起恐怖气机，属于金仙巅峰的恐怖气机，也正是如今的世界上限。行，俺老朱当初最佩服的就是你，我替你保密一次。陛下，还请快些备好仙金神帖吧，俺老朱还着急在道尊面前露脸，说不得还能进到道尊的道宫里去。朕知道。太爷爷，不好了！何事如此惊慌？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这是我陆家的一条家训。太爷爷，影子的本源碎了。好啊，将陆月和树上那小子带上，跟我走一趟。老头子，我倒要看看是何方神圣。太爷爷，就是他，他就是那个小婊砸的哥哥。出言不敬，该死！师祖，我没打过这个老头。你的修为在天仙之上，你是真仙。他直视这个少年，忽然觉得恍若在直视苍穹，又有一种看着自家老祖宗的错觉，不，比老祖宗还要伟岸。陆家的人，我挺好奇，你们是神话时代哪个仙、哪尊佛留下的后手？别在老夫面前做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老祖宗是谁，你们还不配知道？你们以为吃定老夫了吗？请宝贝转身，斩仙葫芦。老头从裤裆里掏出一个葫芦，竟然是大名鼎鼎的斩仙葫芦。他竟然要用这个斩杀刀三道尊。老祖宗救命！是哪位道友？好手段，想不到陆家还有这般人物，但那又如何？给俺老孙死！
孙悟空，是你，莫要动手了，我是。给俺老孙死！且慢，你是孙悟空，道尊的弟子，无任学道尊。阁下是谁？大水冲了龙王庙，某种程度上，你也该叫我一声师兄。你到底是谁？道尊名下记名弟子陆压。原来是陆压师兄。不对，我已经被师傅收入门下，不再是记名弟子了。见过孙师兄。闹了半天，原来是一场闹剧，我还以为是哪个仙佛找茬，让一个后辈带着斩仙飞刀过去了。还好孙师弟、孙师兄自己就打上门来，不然若是我那后辈祭出斩仙飞刀，就有些麻烦了。斩仙飞刀，可我就自己过来救我那徒弟，其他人还在李氏书店啊！糟了，那个不是弟呀，我没告诉你老师也归来了吗？你们是陆压留下来的。我老祖宗如今已然苏醒，我劝你们不要不识好歹。我早该想到，能让一个大族群从神话时代到末法时代都安然无恙，背后之人至少也是神话，这倒是缘分使然。老祖宗，您亲至了。老祖宗，这几人几番污蔑诋毁您，辱我陆家，还请您为陆家做主啊！陆压，见过老师。诋毁老师，该杀。真的是你小子，看起来你并非是强行回归，而是从未法时代活到现在。回老师的话，我在得知末法后神话复苏时，所有陨落仙佛都能归来一次后，便留下了陆家一脉，以期寻到哥哥姐姐。可惜到现在也没有一点消息。那你看看这个是谁？小石，连九姐都不认识了吗？次日清晨，你真愿意入我门下？徒儿陆压愿入天命宫。陆压作为一尊古老者，一尊在神话岁月都赫赫有名的准圣，所带来的神话气运媲美10余位大罗，甚至媲美数万、数十万的太乙金仙。起来吧，既然如此，那你也不再是记名弟子，入嫡传行列，为我天命宫2代弟子。是，师尊。老师，我可不可以入天命宫？我能不能的转为嫡传呀？雨呀，你不能入我天命宫，因为你有你自己的势力，自己的传承。悟空、雨厨虽然也叫我一声老师，但你们不能叫他师弟，唤雨就行了。孙悟空有些懵，摸不着头脑，但是并没有继续发问，而是老老实实的点了点头。小鹿九倒是知道原因，他知晓雨厨就是灵宝大天尊，叫灵宝大天尊为师弟，这个因果太大了。小石，过来给我捏捏肩膀。一旁神色肃穆、一副若有所思模样的陆压连忙应声，脸上堆起笑容，屁颠屁颠的就跑到陆九背后。老哥，我回来啦！怎么突然回来了？也不知道说一声。这不是周6放假吗？我就回来1天，晚些就要走。我明天可是有大事情要去做呢。师尊答应了他，明天就带他去见3位神话时代的真正大人物，同时也是他的师叔祖。你呀你，上大学了也没个正经。老哥，这个孩子是我的学生，好可爱。哥，你哪来的这么多学生？这个是陆压，这个是孙悟空，还有小鹿九，你是见过的，都是我的亲传弟子。好多徒弟，那他们是不是都要叫我师姑？见过师姑。行了，你什么时候回京城？机票买了吗？老哥，我才回来，你就要赶我走？不是让你放寒假再回来吗？你要是第1个学期就挂科，有你好看的。不可能，我现在可厉害了，不可能挂科。老哥，告诉你一个秘密，我马上就快天人喽。虽然师尊文重不让他告诉老哥关于他们的事情，但是稍微透露一下自己修为还是没问题的嘛。才天人，白浪费你的天尊位格了。你看看这里一圈，就你最弱。老哥你吹牛，小雨厨和小鹿肯定没我厉害。老哥，你咋知道我是天尊位格？你哥我现在已经是仙人了，什么不知道？烟雨撇了闭嘴，心里暗自嘀咕：老哥又在说大话，他肯定不知道自己有了一个师尊，还是贼厉害的师尊。他心头暗暗下定了决心，自己一定要悄悄变强。老哥现在是人仙，那等自己成了地仙，再给老哥一个大大的惊吓。师姑，你笑就笑，能不能放我下来？今天第1次见面，师姑给你见面礼。他看了一眼陆压几人，有些心虚。见面礼只有1个，下次给你们，这个收好，可宝贝了，关键时刻可以救你命里。玉符是文重给他的，不过他觉得自己现在很厉害，就转赠给了雨鱼。谢谢师姑。一旁的刀三、陆压等人却都皱了皱眉头，那是古天庭的虎符，虽然看不出来是古天庭哪一支哪一部的虎符，但怎么会在烟雨手中？忽然，屋外天穹上，神话联盟获得星君，今日亲临琅琊，此城当纳入神话联盟。小妹要坐飞机回学校，票价竟然涨到1万多。哥，我来时机票1000多，现在回不去了。用你的天尊位可瞬移过去吧，咱家吃饭的人多，省省吧。张校长，你去处理下吧。
张校长，涨票价的那是一位地仙。地仙哥，我修为虽然还没到天人，但我可以对天地下命令，应该能和地仙打一打。不用，你不知道吗？你们张校长也是神话人物。是哪位道友来访？何不直接进来？见过火德星君。你是张道陵？怎么，张天师此来所为何事？莫非是因为大夏的那个皇帝？张道陵摇了摇头。不是吗？那是为何而来？一位大人如今就居住在狼牙市，你们可以占据狼牙行省，但不准占据狼牙市，速速退吧。一位大人，谁？古天庭的神话？我已不是古天庭的人了，闲话少叙，还请星君下令，让那些天兵撤离吧。不过好奇的是，你所说的那位大人物到底是谁？天师张道陵见过天宫大帝。张道陵，说说吧，你背后是哪位大人，能让你舍弃古天庭？回大帝的话，我如今已是天命宫门人，背后的那位大人，自然便是天命宫之主。得，那你带我去见见你们天命宫之主呢？吾本来是打算于此蹲守大夏皇帝，想不到居然还有额外收获。火德星君出来见你朱爷爷。咦，是八戒的声音。八戒既然来了，那定然是将仙金神铁带来了。看来今日便可以铸造天命道观了。烟雨，张道陵此去还不知道要多久，这样你直接回京城吧。天帝听令，我要回京城。师尊，你就这么激着将师姑赶走吗？那倒不是，他再不走，鱼要急眼了。师尊，八戒来了，我要不要去看看？不必，他应该是来送东西的，过会就过来了。是，师尊。原来天官大帝也在啊！师兄，天蓬，你不是在大夏皇帝身旁吗？怎么他派你来的？没有的事情，我是来送东西的，只是顺道过来看看火德星君。火德星君眼睛抽了抽，蒙谁呢？哪怕西行之前，他一个火部仙官和这个天河水军元帅的关系也并不好，二者分管的势力本就水火不容。我和你不熟吧？天蓬元帅，你好歹也算是灵山的人，怎么现在投向一区凡人，要和我们作对？我真是来送东西的，天地良心。他心头叫苦不迭，早知道先去找道尊了。若有道尊撑腰，他哪里会怕天官大帝？那天蓬元帅不，那净坛佛道士说说，是来送什么的？又要送给谁？俺老朱是来给天命宫送一些材料的。天官大帝和火德星君目光诡异了起来，又是天命宫？难道这个天命官当真不是张道陵胡扯的？有趣，你二人都和天命宫有关系，那吾倒是真要去看看，那天命宫到底是何方神圣？大帝，天命宫之主未必想要见您。莫要废话，吾为3元3官大帝之首，如今时代，吾想见谁，还有见不得的道理。既然大帝真如此想去天命宫，那在下便引路吧。大帝，去，前面带路。大帝，天命宫到了。虚空晃动，小烟雨的身形凭空出现。啊，我回来了。烟雨，是你，我还说怎么天地规则忽然波动。师尊，我从狼牙市命令天帝才回来的，那里的票价我已经知道了，你哥在那里是吧？放心吧，神话联盟不会对本地人下手的，只要他不去招惹火德星君，就不会有事情。师尊，你对神话联盟为何这么清楚？也该让你知道一些东西了，正好为师在会客，你跟我来。您是经常出现在电视上的那个。小姑娘，你便是普化天尊的徒儿了。毛朽莫无忌为大夏联邦的首辅。烟雨看着这位电视中经常出现的大人物，略微拘谨了一些。现在的他可不是2个月前那个什么都不懂，能嬉笑面对大夏元帅、京城大执政的时候。这2个月时间，文仲教了他很多东西。烟雨见过莫首府。好，我明天便打算带着烟雨去见我的3位师伯的，故此也没打算瞒着他的。烟雨，是该告诉你一些事情了。为师不是说过，我不只是古天庭雷部正神之首，同时还是截教3代弟子吗？我第一次见到您的时候，您告诉过我。你可知截教碧游宫在神话时代的地位？徒儿不知道。我截教鼎盛时期，万仙来朝，碧游宫中往来之客7成是太乙金仙，剩下3成都是大罗，甚至大罗之上。烟雨瞪大了眼睛，他如今已然知晓了修行的划分，也清楚地知道了神话3境界中的大罗是有多么强大。烟雨，你可知道我截教教主碧游宫之主是何等境界，何等实力？莫非是师尊你口中处于大罗之上，要比天尊、真佛还要强大的古老者？我碧游宫上清灵宝大天尊，截教通天教主，与除天之主，道门3至尊之一，他象征着一切的终末，是诸因之果。李烟雨被一连串的名头震得有些头昏，还有羽鱼天之主，倒是挺巧的，老哥的小徒弟，那个小胖娃娃也叫羽鱼。
而通天师祖的境界是古老者之上，是终极，是路的尽头，是圣人，是天意，也是凡人口中的老天爷。天意，老天爷。通天只是拿着100块去买冰淇淋吃，却在门口遇到天官大帝前来打砸书店，原因竟是他没见识过天命宫的厉害。叔叔，让一让，我要去超市买冰淇淋。这大冬天的，吃什么冰淇淋对身体不好？嘿嘿，这就是你们说的天命宫。哼，大帝不妨进去看一看，有些时候，有些东西不能光看外表。这就是所谓的天命宫。天官，你老小子来干嘛？来找茬？孙悟空，猴哥，真的是你？就那个天官大帝，他说你是弼马温，想不到原来是孙大圣，还建立了个天命宫。怎么，孙大圣也反出灵山了？他并不怎么惧怕这位号称大罗之中斗战第一的续天大圣。当即，天官大帝调动自身天尊位格和浑身灵气，又要开口说什么的时候，他瞧见又一个青年从后屋钻了出来，手中端着一盆水。陆666陆压，姐，你的洗脚水。小师真乖。师尊，这家伙怎么处理？什么？他还有师尊？我汤姆麻了。你想怎么死？大人，我投降。投降？你好歹是古天庭资历最老的天尊之一。哦，投降输一半，你要留左边一半还是右边一半？大人，我愿意叛出太白天庭，我愿意加入天命宫。刀三淡淡的注视着这位接近古老者层次的神话大罗，陷入沉思。多一个大罗仆从，一个可能迈入古老者层次的大罗仆从也是好的，只不过如何控制对方，这是一个问题。念在你修行到这个地步不容易，我可以让你活下去，但是你还需在天命宫做一个管事，3个亮节为期，如何？管事家仆，任凭大人吩咐。雨，你过来一下，再放一滴血。老师，我都放了好多血了，要补2根冰棒。好，等会请你吃。这大冬天的，这位灵宝大天尊，通天大老爷，是放血工具人吗？大人，我也愿意融一滴血进真灵，我也愿意投降，愿意臣服。你就算了吧，不划算啊。有我在，大人可以省下买打火机的钱。八戒即可愿入我天命宫。自然愿意，求之不得。善，你既曾得我传法，且将6道轮回全入门，便也可为我记名弟子。若你成就大罗，则可入亲传行列。夏皇准备的仙金神帖带来了吗？老师，2万斤仙金，2万斤神帖都带来了。今日风和日丽，天命道宫亦当立。猴哥，疼！师尊他终于要立下自己的势力，自己的大教了。一位古老者的气息，好陌生是谁？是大夏联邦的方向，哪一脉的道友降临？不对呀，气息很陌生，而且好厚重。这个气息是道尊失踪无数年的那位无上存在，他回来了，要变天了。陆压陆九，活！通天血来，不够，再来一滴1根冰淇淋。天命道宫已成，天命官立无为道尊，今时临世，不日当书写仙佛共约，凡人仙之上，都当遵守。道尊是谁？为何从未听过？我看到阮大厨道宫恐怖的有些离谱，几乎不逊色天意者的道宫。道尊是谁？是哪位古老者？那声音好耳熟呀！还有仙佛公约那所谓的道尊，想要干什么？不知道，凡人仙之上都要遵守。呵呵，一位古老者尽管强大，但其余几位古老者恐怕不会放任之。吾以立仙佛共约，特此昭告天地，凡人仙之上者，皆可收仙佛共约一份。今南星有4方神话势力，此4方势力可有不愿遵从仙佛共约者？子为太皇大帝。吾为古天庭古老者，中天北极子为太皇大帝，今居天鹰联邦，古天庭不认仙佛共约。玄水，吾为太白天庭古老者，北方玄水真武大帝，兼居英皇联邦太白天庭，不认仙佛共约。吾为须弥山真佛药师王佛，今居百国联盟须弥山，不认仙佛共约。果然不出所料，那几位归来的大人物都不认这个什么仙佛共约。那道尊固然强大，我们连仰望天命道宫的方向都会觉得双目刺痛至极。但即便如此，4方神话势力不认，那神神秘秘的道尊还能翻天不成？吾为灵山古老者燃灯古佛，今居北境联邦灵山，承认仙佛共约。他日吾当拜访道尊，恭迎道尊重临。高居于无穷高处的天命道宫绽放光华，端坐于其中的刀三轻轻静开双眼。却须弥山既不遵仙佛共约，吾今日便先兴药师王佛，从此往前，从前往后，人间天上再无药师王佛。你到底是谁？是清平剑。天哪！
如此轻易，一尊神话大罗，一位须弥山真佛，就这么没了。接下来，吾会分别拜访樱花联邦、天鹰联邦，希望在吾拜访之间，真武和紫薇2位大帝，请求你们改变主意。洪荒归来的高三只是建立了个道宫，却吓得蓝星10万仙佛原地大小便。救命啊！下黄色的雨了，快回去收衣服啊！阿弥陀佛，不知二位此来所为何事？我们是想要询问燃灯前辈，可知道那道尊到底是谁？知道一些，但不完全知道，还请燃前辈详细说说。佛曰：不可说，不可说。不过我见二位最好还是认了仙佛共约。怎么，你不愿说？不是不愿，是不敢。两位回去吧，我给两位一个提示：洪荒前后，大势沉浮，谅解起落间，可曾有听过声传闻？可曾有知道什么莫测人物？紫薇大帝和真武大帝同时一愣，脑海中都浮现出那个关于神话飞手、谅解之主的传闻。回去吧，回去吧。其实只要二位认了仙佛共约，就什么事也没有了。天上天下，除了天意，谁能约束我等？那道尊就算再神秘再强大，能比得过天意？七圣失踪后，我等四方神话势力背后站着的4位新天意，就是全部。1年后，一切新佛皆归来。11年后，天意一重明。那道尊还能翻天，他能杀神话大罗，我等也能杀，那他能杀我等吗？燃灯古佛没有说话，紫薇大帝和真武大帝冷哼了一声，都各自离去。天真，若是你们见过那一幕，就不会这么说了。1个月的时间一晃而过，那2位还没反应吗？师尊还没有，要不我们再等2个月？算了，天官、雨，你2人随我走一趟红尘吧。等会见到你3位师叔祖，嘴巴甜一些，知道吗？那3位都是真正的大人物。师傅，有前2天那个道尊厉害吗？差的不太多了，反正都属于神话境。哦，那以后老哥被欺负了，我带着师尊和3位师叔祖去救场，一定可以吓老哥一跳。文仲拜见3位师伯。李烟雨拜见3位师叔祖。不错，你们来的正好。今日现世归来了的截教成员还会来几个？他上下打量了一番李烟雨，脸上笑容更甚。这个女娃娃居然还真是天生的天尊位格，日后若是不陨落，几乎必然成就大罗之位，甚至有望窥视古老者的领域。云霄师伯，还有谁也归来了？还能是谁？你那师父金灵圣母。金灵师姐不愧是我截教仅次于多宝大师兄的人，如今半只脚迈入古老者行列。小烟雨瞪大了眼睛，自家师祖居然是顶尖大罗，已然开始尝试窥视古老者领域的风采。他心头美滋滋，自己的靠山更厉害了。如今天上天下没有天意存在，金灵师姐打算在这个时代先将自身位格提升至古老者，这是最好的机会。师傅打算在这个时代正古老者，可是师祖不在。正因为通天老师失踪，才必须在这个时代成为古老者。可现在我截教无有古老者，若是燃灯、紫薇、真武，甚至是那位道尊到时候出手阻拦，没有人可以阻挡啊！没办法，只能赌。他们若是敢阻拦，老娘就去猎杀他们的后辈。你呀你，这么多年了，还是这个性子。小家伙，你叫烟雨是吧？你且记住，我截教最是护短，以后在外面有人欺负你，回来告诉厉师叔祖，师叔祖替你出头。对了，3位师伯，烟雨的哥哥也是一个不俗的天骄，没有师承的情况下，已然修炼成了人仙。那倒是不错，找个时间可以带上来看一看，若是合适，我便收为徒弟。谢谢云霄师叔祖。老爷，城市里有龙的气息，要老奴去抓来吗？不必，我只是去寻人的。他是为了找天命之子，顺便让这2个神话势力都承认仙佛共约。本来他是打算带上天官大帝和雨鱼的，后来还是决定将雨鱼留在天命道宫，没必要出来折腾。忍，小子，你今天的工钱。谢谢老板。回去的时候小心一些，那位上仙来了过后，放心吧，老板，我会注意的。爸爸，姐姐，是上人们。姐，我带你去医院，我脏了，也不活了。这是我们陈家的传家宝，带着它吧，离开斯顿市，不要想着报仇。哟，这里还有一个小娃娃，杀了算了。你们是谁？我乃是北海龙宫大太子手下。大雪天穿这么薄，小心冻着。雪天，你们是谁？无名高三。天命之子跪在我的脚下，磕了1万个头，而我却要改变他的天命。为奴为仆倒是不必，我身边已然有一个老婆，且她可以轻易改天换地，一念风云变色。老爷，低调哈！陈平安身躯一颤，心头震动。一个老仆都可以改天换地吗？他心神迅速低落了下来，余光瞥见自己被糟蹋致死的家境，心脏抽疼。
若是错过眼前这位大人物，我以后不会有机会变强，不会有机会报仇。抬起头，你可愿做我学生？老师，拜见老师。你适合修炼剑，这一点我不会去改变。那我再教你一门功法，你好好修行。我要教你的功法，唤作盘古开天经。师，这部经文我入门了。善，你去搏杀斯顿市的真龙，报仇去吧。我会杀死他的，老师。我给你10天，10天内你若是杀了那条小龙，便来樱花联邦找我，到时候我便是收你为亲传弟子。走了吗？10天我会杀你了你的，我一定会。你做不到。神，小娃娃，那条龙是北海龙王的大太子，如今已复苏至地仙层次。即便你学会了那位教你的经文，但地仙一击足以扫灭一个小国，让大地塌陷，山川倒流，你还不是对手。你是谁？你又想做什么？我是谁不重要，你只需知道我可以帮你就行了。而我所求也很简单，你隐瞒我的存在，不要让你老师知道，其余的你就不用管了。而我会帮你杀掉那条龙。不，我可以靠自己报仇。那位的确很强大，但实话告诉你，他还比不上我的本体。你帮我，等我本体归来，送你一场真正大造化。说说看，你的本体是谁？老师。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既然要在生死之间大恐怖中进步，那就不能靠外力，懂吗？这10天我要去天鹰联邦的首都处理一些事情，你搏杀成功了，便前往樱花联邦，我会去那里。是，老师。行了，我这次真走了。恭送老师。老爷，我们不直接跨越空间去天鹰首都吗？我在神话洪荒无数年，无数岁月，都高居大道尊宫，从未亲自走过人间红尘。现在我发现不能如此。属下愚笨，不懂其中缘由。太上曾以化身离耳行走世间，通天亦有人间身与道人。天意们或多或少都在红尘中走过一遭，你还不明白吗？走红尘和成就天意有关，那我得多走走。请问是要前往首都的车队吗？能带我们2个一起吗？不是要走红尘吗？怎么又要坐车？可以，不过我们车队平安率是整个斯顿市最高的，搭乘价格也比较高。要多少？2万，倒是不便宜。刀三将手伸进兜里，改变了一下空气的原子排列，生生的造出了2万块钱纸币。巴扎卡看着地上钱的2万块，硬生生的将到嘴边的2000块咽下肚子。少爷，您里边请，出发，首都。天鹰首都。哼哼，现在看来，那个道尊也不算什么。燃灯还说得如此玄乎。那所谓道尊，从未听闻过。即便是一位古老者，又如何？想来是那等一直苟着的古老者，不敢参与亮劫，连亮劫都不敢下场，都不敢参与，早已失了心气。这样的古老者，自然是远远不如您的。当时还以为是多么了不得的人物，现在看来也不过如此。那燃灯老儿倒是把本座吓了一跳。吩咐下去，通知神话联盟那边，让他们做好准备，进一步接管大夏联邦的一个行省。可是大帝，似乎太白天庭那边去支援神话联盟的天官大帝在大夏失踪了。不必去管，尽快拿下大夏联邦。无归来之前，天帝陛下曾有言，那个大夏皇帝很不简单。可是大帝，那为什么不直接以雷霆之势将那大夏联邦的皇帝给镇杀？要不你去，那夏皇疑似一位大罗巅峰，就连陛下都说有问题，你去冒这个险？先生，你也是斯顿市的人吗？您要去首都做什么呢？我吗？我是大夏联邦的人，这一次去首都办些事情。大夏联邦，那是现在唯一没有被仙佛接管的国家了，你们的生活一定很平静吧？和以前的差别并不大，真要说变化，也就是都能修行了。不过官方监管得很好，也没什么人作乱。也是，那个叫做道尊的仙就是在大夏，那里的仙佛也不敢如同这儿的仙佛一样。说着，他神色有些落寞了起来。一旁，天官大帝静静地看着这一幕，眼中闪过一丝疑惑。这样走红尘，真的有助于迈向天一的至高路吗？还有老爷他也太温和了一些，居然能和蝼蚁畅谈。那刀先生，大夏联邦那么好，您为什么要来危机重重的天鹰？是做生意吗？您既然去首都，应该只有是做生意了吧？还真不是做生意，首都有一个人冒犯了我，我要去教训他。一个低调的无敌道尊，居然为一群美女打劫。是谁伤我超凡会之人？这是什么层次的存在？呼吸困难，要死了，要死了！会长，救我！这个人说你是变态。老爷，你拖住他，我回去搬救兵。咦，我好像认识你，虽然什么都忘记了，但我好像记得你是谁。我是谁？
按照电视剧里面的叫法，你是我的老公。哈哈哈，我不用死了。女娲，你跟着我吧，这次我们不再分开了。李娃，听错了吧？对，一定是听错了。我能感觉到你身躯中有很大的创伤，是神话天道吗？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记得了，我什么都忘记了，我只记得自己有个名字叫做凤里溪，我只记得你。相恋、失忆、重逢，好感人。一位天意，一位失去了记忆的天意。女娲是大天尊的道侣，谁来叫醒我？我好乱啊！当初你们去伐天，到底发生了什么？老公，我失忆了。不用急，慢慢想，实在想不起来也没事，等我正道。自从我醒来后，这200多年，心头一直不安，现在安心了。吾乃古天庭卯日星君，何方道友来访，还请现身一见。聒噪。不知在下如何得罪2位前辈，还请2位前辈示意。我不喜欢你，你可以消失吗？2位到底是什么人？在下背后是当世古老者紫薇大帝。他话还没说完，便凝滞住了。卯日星君惊恐地发现，自身似乎在一点一点的虚化，似乎整个天地都对他生出极大的恶意，在排斥他，在针对他。尊怎么回事？饶命！话还没说完，这么一尊当世玄仙，古天庭的卯日星君，便就这么消融在虚空中，什么也不剩。你比雨鱼的情况要好些，你还能动用自身位格。我要跟着你。我带你去看这个世界，不过还要先去处理一些人、一些事。客人是来买书还是借书？你是通明宫的天师张道陵。哦，不知客人叫什么名字？须弥山净琉璃佛，此来为寻道尊。大老爷不在，琉璃佛请回吧。他心头震动，东方净琉璃佛亦是佛门的大佬之一，是古老者，居然找上门来了。不过有陆压在，倒也无惧。不知净琉璃佛到底想要做什么？我想要干什么？既然道尊不在，那就杀他几个弟子和门人吧。慈悲，今日当造杀孽，但不沾因果，为除魔来。放肆请宝贝转身，是俺老孙一霸。路亚、孙悟空，你们2个该死！这到底什么情况？一个破烂书店，1尊古老者，2尊大佬。别问我，我顶不住了，老娘先走一步了。吾奉弥勒古佛法旨而来。天意法旨，天意法旨又如何？路亚，我无意与你为敌。这张天意法旨中蕴含弥勒古佛的遗迹，你莫要自误。陆压神色微微一滞，不是普通的天意法旨，他神色有些难看了起来。自己虽然足够强，但恐怕还挡不住天意的一击。我此来只为找道尊麻烦，这记杀伐大术也只杀道尊，你们速速退去，既往不咎。尔等当真想死吗？还是手认为自己可以抗住我佛弥勒的一记杀伐大术？天意法旨，弥勒佛的击杀伐大术很强，但还不够。你疯了还是傻了？鱼鱼，别买冰淇淋了，出事了！萧雨抱着雪糕从超市走了出来，呆呆地看着消失不见的李氏书店，他脸上浮现出迷茫。家没了，冰糕掉在地上，雨鱼捏紧了拳头。上清灵宝大天尊，截教通天教主震怒。各省神话高台的修建进度如何了？陛下，31座行省有7座行省已然将神话高台修建完毕，其余的还需要至少1年。11个月后，就是第3次神话复苏了。届时，天意之下的仙佛都要到归来，加快进度吧。另外，吩咐下去，不日朕要亲征神话联盟，至少也要将昂纳行省给拿回来。是，陛下。赵高，这一事你不会背叛朕了吧？陛下，奴不敢，奴不敢啊。行了，你下去吧。等将昂纳行省拿回来，所有神话高台修建完毕，国号也该变一变了。陛下，您的意思是拿回昂纳32座神话高台完工之日，大夏一鸣为秦。是。一双稚嫩的小手轻轻抓住了天意法旨，然后猛地一撕，那张来自于一尊真正天意、暗藏弥勒古佛的道杀伐大术的天意法旨被撕碎了，气氛为之一僵。净琉璃佛如同被扼住咽喉一般，发出呵呵的声音，却怎么也说不出话来。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是不是你把我家打没了？他好弱。你们是谁？这位是我家大老爷，无敌大道尊。天官大帝，你怎么当狗了？汪，大老爷，现在怎么做？你跪下跟我说话吧。紫薇大帝只觉得好似有一整个天穹猛然压落了下来，他还没反应过来，整个人便压在了地上。自我介绍一下，我是道尊。左手拉着女娲，右手牵着老仆人，脚下踩着紫薇大帝，是什么体验？你到底是谁？这个时代，如今的岁月，怎么可能有你这样的存在？
是你太弱了，全盛时期也只是出入古老者行列，连圆满都不是。而我一只脚踏入了天意。您是半步天意，道尊前辈饶命！我本来也没算杀你。10日后，大夏天命道宫来寇建吴，缔结仙佛公约。遵令。老爷子，咱们家塔被人偷了，是谁打赢了？自然是小鹿鸦赢了，死的是净琉璃佛。倒是没想到那家伙居然还带着天意纸来，看来弥勒那小家伙是诚心要和我过不去了。不愧是您的大弟子，路亚道君居然在如此短的时间里磨出了净琉璃佛。他不是大弟子，准备去樱花联邦吧。路鸦，古老者中杀伐第一的路鸦是道尊的徒弟。不由自主的，他想起来燃灯古佛的话语，心头一个咯噔，将脑袋埋得更低了些，一动也不敢动。时间一点一点的流逝，大半天过去了，紫薇大帝依旧死死的跪在地上，依旧不敢抬头，直到有一尊仙台。大帝，你欠我的500块我不要了，万不可行此大礼。老爷，不在等陈平安吗？不必，我在他身上留下了一道剑气，等到他亲手杀了那条小巫婆后，剑气会发挥作用，到时候无论他遇到什么，剑气都能护得住他性命。陈平安还需要努力。老公，我们现在要去哪里？已经在船上待了3天了。去樱花联邦，最后做一件事，我便带你回家。我的家也是我们的家。候在一旁的天官微微低垂着头，略微有些惊叹。即便过去了这么久，他还是有些不能相信，自家老爷的道侣居然是传说中的女娲大天尊，这很魔幻。大人，明天一早就能到樱花联邦的港口。这是我珍藏的一瓶酒，我想海风宜人，大海广阔，是不能少了酒的。多谢。我听船员说，这片海域被称为宁静域，神话复苏后就再也没有任何风浪。是的，自从神话元年开始，宁静域便从未经历过任何一丁点的大风浪，就连狂风都稀少，恰雨也都只是毛毛雨罢了。大老爷，这片海域不对劲，我猜测或许有一位神话人物隐居海面之下，或者有大宝贝啊。宝物也好，某个仙佛也罢，都无所谓。说着，他缓缓从怀中摸出了陈平安原本命运中的金手指。怎么还在装死？我现在更加好奇你是谁的化身了。话音落下，玉佩却是半点反应都没有，似乎真的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玉佩。他皱了皱眉头，微微一用力，玉佩发出吱呀的破碎声，有裂纹在其上浮现而出。等等，道尊，吾与你往日无怨，近日无仇，何必如此？天官大帝皱了皱眉头，这个声音很耳熟。你认识我？那就现身一见。玉佩上闪烁起青光，片刻，一个老者的虚影缓缓浮现而出。是白帝，快跑！太白金星，倒是没想到是你这个小家伙。道尊，朕已然正道天意。我知道，天意罢了，我又不是没揍过。7位天意合道祖都失踪，道尊，你的依仗没了，而朕的真身意识会在10年后归来。小家伙，看来你以前藏的真的很深啊。也是，你好歹也是庚金象征，天下最锋锐之剑，主杀伐，掌兵刃，却一直是个老好人模样。你既是天意，自然也当看到出来。我也要迈入天意了，怎么，到时候想要和我搏杀一场，还是觉得我奈何不了你？可你正道天意终究需要时间，终究要等到第4次神话复苏过后，到时候朕已归来，将陈平安交给朕，否则朕归来之日会和弥勒联手，不给你正道机会，便将你镇杀。女娲的眼神一下子锐利了起来，恶狠狠地瞪着白帝。陈平安对你很重要，不好意思啊，他现在是我的徒弟了，我不喜欢有人威胁我，你最好祈祷我正道失败，否则等我正道，当斩你。杀了朕的这具化身吧，朕的记忆将回归主身，到时候朕重临世界之日，就是你的死期。刀三神色不变，轻轻一捏，白帝化身连同那女化作粉尘，消散在天地间。老爷，若是第4次神话复苏，白帝真的找上门来，我们躲到哪里？他敢来，我就杀了他。不用，我自有谋划。